气候变迁的影响，全球人口爆炸的增长，先进开发地区都遇到人口老化的问题。其实可能都凸显一个，就是说现在的食农产业需要新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新的问题。食农产业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当作传产嘛，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翻转一般人对这个产业的一个认知。那科技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刚刚所谈到协助解决这些问题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扭转大家对于食农产业是一个传产的这个刻板的印象。其实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尝试更多科技上面的 implementation。这个就是我觉得说，台湾其实现在假如要往食农科技发展，其实有很好的利基点。以食农新创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出海，所以它的产品跟服务必须要有能够到海外能够存活的能力，能够创造价值的能力。团队本身也要能够去经营海外的市场，要有这个格局跟能力跟眼界。其实我觉得台湾食农产业，因为有很多在技术面其实是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的这个范围里面，也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去开始接触海外的一些跟我们一样在推动食农产业的这些团体，然后跟他们合作。那希望可以把我们台湾这些具有能量还有发展潜力的团队，能够推动到世界各地去。台湾的这个新创，如果可以在非常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去试探不一样的market， 然后甚至说可以有一些把自己的视野再放大一些，然后再去 engage 一些 global 的 business 的话，我觉得对这些早期新创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国际上面，食农这个新创和加速器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产业一起跳进来加成，一起推广不一样 segment 产业里边的伙伴，他们自己的问题会丢出来，更直接的去做出一些讨论。我觉得台湾也开始有这样子，尤其好像是一起就是一直在把这个早期的这个 community 和新创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透过新创跟新创之间的合作，其实是有机会让新创走出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比如说结盟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年就有3个团队，盖亚、晴朗跟悠游，他们分别是提供农民不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彼此可以互补，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联盟，来提供农民不同的服务。所谓的第一产业是农业这件事情，跟吃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这几年辅导下来，从我自己看到，从蛋商到鹅肉商到鱼的部分，到现在连种的灌溉方式都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其实农跟食这件事绝对不会不见，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其实好食是一直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处处有好食。我们希望能够把这股力量跟比如说东南亚产生一些链接，透过这些大家打群仗的方式，能够产生更好的加成的效果，帮助我们区域性的食农产业能够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各位现场亲爱的来宾们，大家午安，我是创业小聚的凯尔。凡是有创业圈盛会的地方，我就绝对不会错过。尤其今天是好食好事的大日子，那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跟这个好食好事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Amber 一起来主持今天的好食好事 Demo Day。大家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那说实话，今天站在这边啊，其实我们是既兴奋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捐助人代表、董事长、执行长跟所有的长官都坐在台下看我们，有一种年度考核的感觉。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
有认真准备啦，看看我们手上的这个，不管是给息啊，或者是手稿，都非常非常的充分哦。尤其，其实今天的主角并不是我们2位嘛，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好事好事的10个团队要带来这个精彩的 demo。这10个团队呢，其实他们都准备了非常非常久。根据会前的汇报，他们其实光简报这件事情就准备了不下100次。这的确，大家真的是很用心在准备。那我们这次的活动主题呢，叫做"韧性无界，科技无界"。哎，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技感，很像科技电影的片名？难怪选在这里办。没错，我们今天感觉是不是充满了科技跟未来感？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展示今年度10家新创的 demo pitch， 让大家一起来见证说，哎，我们如何用科技来改变未来。那我们今天呢，除了10家的 demo pitch 之外，我们也邀请了几位重量级的嘉宾。那等一下就请我念到的这些嘉宾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哦。那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捐助人代表，鼎新和德基金的捐助人代表魏应冲先生，欢迎魏先生。第2位是好时好事基金会的董事长杨瑞昌先生，欢迎杨董。第3位是德渊企业策金处总经理曹连地总经理。好，曹董等一下也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基金会最大的价值核心呢，在于我们有一群业师群。我们是不是请好时好事的业师群跟大家 say hi 一下？哎，大家勇敢的举手，谢谢谢谢。同时哦，其实我们今天也要感谢非常多的合作伙伴还有赞助商的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精彩的呈现今天的这场活动。所以呢，我想我们保证今天的活动一定是干货满满，绝不枯燥，而且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带给大家一些幽默的时刻啦。那包含了专题讨论啦，或者是我们的座谈，一定都会让大家在食农这个议题上面有更多的收获。那一场活动之所以可以成功的举办，不是只有靠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这场活动呢，甚至今年度的所有的活动都有一些合作的伙伴。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今年度跟今天这一场有 Flan Venture 福田资本、SIC 永续影响力投资、中华民国创业投资工业同业公会、社团法人台湾服务业发展协会、FEA Angels 天使投资，这是合作伙伴。那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有一些赞助的伙伴。对。logo 都可以在2旁看得到。我们今天的赞助伙伴呢，有刚刚在吧台区，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是 Kiara 的咖啡果肉茶，还有味全 Avila 气泡水，还有 ID 科技，这是我们今年的赞助伙伴。听说今天的赞助伙伴就是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特调的饮品，对不对？没错，我们就是很扣合主题。我们今天的活动啊，赞助伙伴Kiara 咖啡果肉茶，它结合了味全的 Avila 气泡水，对大家带来了主题特调，叫做强韧之心 Heart of Resilience。所以大家等一下，如果会后有机会，可以去吧台那边 order 一下。那这一款饮品呢，我们是选用了长期被忽视的咖啡果肉当做基底，然后再加上阿菲拉的气泡水，喝起来非常的 perfect。对，那装饮料的那个杯子是用我们好时好事的校友团队寻食 Lupic 的循环杯装的。那如果说你有仔细的发现的话，会有一根吸管，那根吸管是晚草执照的天然蒲草吸管，同时也是好时好事团队的产品。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棒。说到强韧哦，执行长在刚刚开场的影片里面其实有提到人口爆炸、气候变迁，我们其实现在都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甚至包含昨天晚上我们的国际社会经历了一场几个小时的虚惊一场，非常离我们非常的靠近。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强韧，特别需要 resilience。那尤其是在创业的路上也是。你必须要保持韧性，必须保持强韧，才能够在挑战之中找到机会。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也是希望可以透过科技跟创新，来不断的跟大家沟通 resilience， 沟通强韧与韧性这个主题。那说到韧性呢，其实我们今天这场 Demo Day 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今天这一场 Demo Day 是全台湾第一场碳中和的 Demo Pitch 活动。那我们是跟一样是好时好事的校友 ID 科技合作，采用了他们的蓝碳方案。那他们的蓝碳方案其实已经获得环境部的认可，而且符合
8项的 SDGs 的目标哦，所以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可以推动我们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冷气可以尽情的开，好，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已经碳要减碳好吗？好，还是要减碳。对，即使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身体力行，还是要减碳。好，那所以你看哦，我们在开场已经介绍这么多，不管是在产品上面的创新，或者是科技上面的创新，我们也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于环境的责任。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的享受这一场充满着 resilience 跟 creativity 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好时好事基金会的执行长陈茂嘉执行长上台来为我们致开场词。那大家请掌声欢迎。欢迎茂嘉执行长。各位贵宾，还有新创界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所有团队，大家下午好。这个确实是我们好时好事的大日子。那其实这个部分最主要是靠我们团队很努力的来筹划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今天的筹办的活动能够让各位贵宾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好时好事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推动创新以及永续发展。那在过去的这7年，应该是说8年以来，其实我们今年是第7届。我们总共累积了65个团队。那从刚刚主持人介绍里面，你可以听到，其实我们除了想要把这个活动办好以外，其实我们努力把所有团队的能量都能够集合在一起。那当然，这样子的活动的成功呢，其实不是只有好时好事跟团队。那其实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其实这半年多来，其实陪伴的这10个团队一起成长跟改变的业师，他们在这过程当中付出了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呢，好时好事从今年开始，我们也特别致力于发展创新的生态系。那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伙伴，包括像 SIC 永续影响力，还有包括像福田资本，还有很多的像 AVA 都给我们很多的协助跟支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跟投资团队的合作，其实我们今年也投了，不是基金会投，而是我们透过合作的方式，也投了 eCoco， 然后也投资了ID 科技。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协助他们能够缩短他们跟成功之间的距离。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今年开始致力于把团队带向海外，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夏天，带了团队到印尼去。那上个月也才带团队去新加坡。那也跟各位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团队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去新加坡 pitch 的时候，我们还拿到冠军。好，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棒。那后续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也希望能够把所有台湾新创的能量能够再往上上一个台阶。那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受到鼎新和德基金大力的支持。那不然的话，好时好事基金会没有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说邀请那个鼎新和德基金赞助人代表魏应聪先生能够上台给我们支持，谢谢。欢迎鼎新和德基金的捐助人魏应聪先生上台。好，我们今天现场呢，所有10组团队的 demo 也会有10组团队在现场的摊位展示哦，所以我们今天将会是一个双向交流互动的场合，欢迎大家都可以利用时间多对交流。有请鼎新和德基金的捐助人代表魏应聪先生。我们福田资本的创办人、陈创办人，还有德恩的企业的曹总，还有我们 eCoco 的李总，还有我们所有的与会的我们的业师，还有爱好支持我们好时好事的所有的伙伴，大家午安。午安。
今天还是抱着感恩的心，以捐助人的代表，应该很荣幸，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历经的8年，我们当初的初心，有那么多的所有的志工，还有我们为了我们食农加速器的所有的团队，愿意来共善、共持这一种食农加速器的福田，所以用这个机会感恩我们的这一些业师，我们的加速器，我们还有愿意来扶持加速器的这一些投资创投。第二个要感恩的，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好时好事的，我们的杨董跟茂佳所带领的这一些的基金会的同仁，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愿力，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执着，不要让我们在所有食农加速器的这一些团队，结合了我们这一些专业的志工，让他不要再缴这些补习费，所以也感恩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好时好事基金会的团队。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基金会当初的初心，都是在怎么来帮忙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愿意投入的这一颗种子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陪伴他？当初我们的决定也不敢说食农流通以外的我们去投资，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我们很专注的在这一种食农加速器的这一块福田。当然，这块福田我们经过了7届了以后，我们从2、3年前跟完宏的合作，到东南亚的合作，我们从台湾面向国际，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那么多的优秀的这些加速器，所以经过了大家勤耕，让他这一个加速器的这些团队被投率跟他的成功率，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那也是我们捐助人当初的初心，愿意让我们这一些青年在创业的时候能够来成长茁壮。所以最近1、2年也都跟我们有一些加速器的团队，把我一生虚长的经验来跟他们陪伴，因为我对各加速器的行业的专业不足，
但是我可以从市场的角度，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跟他们切磋。比如说我刚才ECOCO的这一些，我们来协助他。我刚才群创的部分，因为我们过去做了有机肥料，做了将近60年，我们也愿意能跟他共悉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的初心很简单，也希望我们在整个石龙的加速器，结合了我们所有的天下善事，我们来把这一个在台湾应该是已经7、8年的基金会，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贡献。第3个，当然，我想去年我就跟大家讲了，那我们基金会的团队也愿意来投我们的加速器，所以那我都尊重我们的杨董、我们的执行长，他们愿意跟大家来，因为创业维艰，如果我们能够善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来尽到我们扶植我们加速器的一个团队。那第4个部分，当然，其实我们在基金会里面有去做地方创生，在彰化县的辅导，我们已经第3届了，所以我们每一年也都会有发表会。我们的初心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让这一些有能力在家乡奉献的这一些团队，我们可以怎么来协助他们，不用北漂南漂。所以已经也走过了3届了。这些我想很多的这一些应该有一些帮助，所以也跟大家分享跟报告。那最后也祝福我们基金会今天的 Demo Day 能够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所有与会的大家好朋友健康平安，多谢，谢谢。我们谢谢珍珠人代表给好时好事基金会的鼓励跟期勉。那过去这一年，就是2024这一年，对好时好事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忙得不可思议的一年。那在这一年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这一年发生的故事。那今天在场有一些新朋友，想要先跟新朋友说明我们加速器呢，我们自己关注的范围。加速器好时好事本身呢，我们看的范围说穿了就是从产地到餐桌这一整条价值链。那我们把价值链整条摊开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最上游的智慧农业，到中游的食品生技，到供应链管理，一直到下游的餐饮科技，这些都是好时好事相当关心的范围。那由食农科技所衍生出来的永续价值及大健康领域，同时也是好时好事所关注的范畴之一。以上就是我们关心的7大供应链。那今年呢是好时好事的第7年，过去这7年已经有65个团队在加速器里面起飞。那一直到今天为止，仍旧有95%的团队在他们的稳健路上持续前进。那所有的资本额成长呢，也高达了100%以上。那光是今年的前3季，我们的团队的营收呢 ，YOY 就已经成长了1亿元以上。那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好时好事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好时好事在2024年，很荣幸有10家新创团队的加入，这10家就是非常优秀的超级神队友。他们分别是谁呢？
从上游的智慧农业来看，悠游数据、晴朗科技以及盖亚智朗这3间呢，可以说是技术的先驱，他们教会科技，学会农耕。那在中游的部分，植物蛋尖给能是今年的中游食品生技的扛把子。在竹链科技、起点无限这2家呢，只是在供应链管理上面撑起了一片天。那在群创生技、阳光娜娜以及驰绿国际这3间，则是在永续价值这个领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不同永续循环的解方。最后，成交生技，它运用它独特的研发技术，为健康领域带来更有深度的解方。除了10家新创团队来说，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核心其实是业师群。今年非常感谢社卫贤达的支持跟鼓励，有8位新进业师，他们本着自己非常专业的背景，加入了我们的业师群。也因此呢，好事在2024年的业师群能量来到了65位。那因为我们自己对新创团队的资源呢，都是非常客制化的资源，所以我们把业师的专业光谱展开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业师样貌是非常多元的，而且不仅很广，也可以说是很深的。其中最人多势众的是在商业模式定位以及投资专业这2个背景的业师。那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出说，现在的新创早期新创，它对这2个领域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刚性需求。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群业师，他专注在供应链管理、餐饮管理跟农业生技这3个面向。那这同时也是好事所形塑出来的专业面向。那今年呢，实际上投入辅导的业师是后面这32位，这32位对今年10个新创团队的付出，就如同一座座的灯塔，照亮大家前进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很由衷的感谢这些业师。那除了32位业师之外，我们也跟这些业师呢进行了40场的业师辅导。那业师辅导，我们主要是针对新创面对的困难或者是议题，进行一场又一场非常直接却又不失礼貌的讨论。那我们呢，同时也开办了10场以上的新创课程跟工作坊。那透过不同课程主题的设定，我们帮新创可以打稳它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呢还举办了11场的社群活动，透过跟 AWS、福田资本、SIC 等等生态圈伙伴的合作，我们让资源串接的过程呢，不管在国内或是国外，都可以横向的流动。那除此之外，在非常多的展会或者是公开场合里面，大家应该都可以发现好事的身影。所以我们是透过一场又一场的活动，把生态圈里面所有不同的社群给串接起来。最后，好事其实最努力做的是帮新创团队找寻商机。那今年在台湾呢，我们透过了智慧农业周、精锐通讯的地球日，以及绿色餐饮指南的食材媒合会，让新创可以接触到他平常不容易接触到的潜在客户。那透过以上这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啊、人脉资源串接啊等等，我们一共促成了128场的新创资源链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成就。除此之外，在今年呢，我们也促成了今年的3间新创，他们互相合作，所以他们就结盟了，开创了从土壤一直到外太空的农业联盟。那听到这边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哇塞，加速器好的加速器日常啊，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忙碌。其实我刚才讲到一半而已。从好事设立的第1天开始，我们就自己期许我们自己呢是要成为台湾食农产业的创新推手。所以今年呢，我们就化身为台湾食农科技新创的国际推手。我们带着台湾的新创一起前进海外，去探索许多的商机。在今年3月的时候，我们参加了马来西亚的 Sustainable Food Camp。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们认识了日本跟东南亚的新创，奠定了未来合作的标准。在今年的7月，我们带了5家新创去了印尼，
去了印尼。那我们在印尼呢，我们透过专业的企业参访，还有精准的商务对接，我们让新创成功的打开了印尼的市场。那在今年的11月，也就是上个月，我们一样带了5间新创到了新加坡，去参加新加坡的食农科技新创竞赛。在这个既参展又参访的行程当中，我们呢大大的提升了台湾食农科技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同时，也是11月，也就是上个月，好事有另外一组人，他们到了越南去。我们到了越南呢，参加了淡马锡新创竞赛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帮助新创去探看越南的市场。听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心里有什么感觉？今年是好事第1年带团队出国，那我们一口气就前进了4个海外市场，是非常精实的步调。听到这里，是不是值得为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我刚刚没有埋暗桩哦，谢谢。对，那刚刚讲的都是好事自己嘛。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事在校友群里面2024年有什么重要的近况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是樊立成，今年完成了1亿元新台币的募资，那它的机台部件呢也成功打进了各大连锁通路。再来呢是专注于介护食品的新加坡团队 Gentle Foods， 它在今年呢也成功募资5000万台币，那台湾的 FEA 呢是有跟投的。再来呢拥有全豆豆浆专利技术的神能健康，今年也完成5000万台币的募资，它的营收成长呢 YOY 成长了10倍。那拥有生成海洋水驯化技术的探索水产，它对接了日本的大型商社，开拓日本市场，而且它的新产品也非常顺利的进入了很大型的通路。再来，专注在牛樟芝生技研发的兰亭生技，它今年获得了医院的临床实验合作。那卢洛斯界的扛把子原味千寻，它今年获得了台湾高铁商务舱的采购，然后它也成为了最高知名度的茶点。那再来是鹅铺子其实也就是向天歌，他的创业路一路走来，到了今年终于得到了台湾农业界最高荣誉，也就是神农奖，它是今年的10大神农之一。那再来是从土壤里种出吸管的晚草指导，它今年呢也成功的打进了新加坡的市场。最后呢是着重在永续农渔业的爱迪科技，今年再度成功募资新台币1亿元，同时在台湾碳交所上架台湾第一支蓝碳。以上呢是2024年校友近况的分享。那听完分享之后啊，其实好事也有另外一个里程碑。另外里程碑就是我们今年开始的择优投资的模式。我们会在这一条食农产业链里面投资我们自己有募资需求的校友。那我们究竟投了哪些项目呢？我们投资的有注重永续渔业，并且开发碳权的爱迪科技，应用卫星遥测技术在农业的悠游数据，打造新形态百香果产业链的新田国际，还有拥有海洋深层水驯化技术的探索水产，转废为金，开发永续材料的慈绿国际。最后是打造完整智慧回收系统的 eCoco 樊立成。以上这6间呢，是我们在今年度好事首次开启投资模式之后，我们串联我们的连结基金所投出的6个团队，这也可以说是好事的第2个里程碑。讲到里程碑，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第1个里程碑是什么吗？我们刚刚讲的第1个里程碑，是不是就是我们带团队出国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带团队出国？我们怎么做到精准对接商机？以下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And today is the day, right? Even though we cannot do this on site, right? But we still can do this onlin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Mr. So, right? Yeah, I believe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is not only for you. It's also for Indonesia, it's also for Iratani,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will make the big breakthrough, especially for Iratani. 新创加速器锁定的范围就是希望能够支持的都是跟
食农、创新、永续相关这样子的新创。东南亚市场它其实是 emerging market， 所以它的成长空间还很大，所以我们才会把东南亚市场当作是一个协助我们的新创去对接国际市场，然后找到进一步成长机会的一个方向。印尼市场的规模又是相对是最大，所以我们觉得去协助我们的新创去找到一个对接印尼市场的机会，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必要性。想要大家一起出来，一方面也是抱持着出来探索，所以新创它可以出来探索它的潜在商机。加速器可以出来探索，在这片土地上面有哪一些新创是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那他们这一块土地的养分长出了些什么东西？这是一开始我们出发心里的想象。Assuming you are manufacturing company, when you producing fertilizers, giving to the farmers, you need to build a distribution agent and a channel in every single city. A lot of people say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right? Yeah. But then I tell them back, don't start too late. 他们现在这个希望能够上不同类型科技的这个需求，其实就很适合台湾的新创，看怎么样从中透过我们的一个技术实力去从旁协助，然后双方去做合作。So we have people over there who work with farmers to collect all the agriculture from the local area. By having this program, it's like a mutual benefit from both countries. So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employment of local employees. Okay, we talk about establishing a presence in Indonesia, the different options available to Taiwanese companies here. And hopefully when they have like a continuation post program, they can create like new network, maybe if possible like a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or even like maybe becoming like clients or partner. That would be great, and that could be used as an example of why do we need this kind of program to keep coming in the future. 我觉得他在培养整个台湾有潜力的农业新创，甚至不要把我们只局限在台湾这个角色里面，是应该去放眼在全世界。科技农业的发展势必是对未来是一个趋势。那好处在这里就是集合了很多的领域，那把这些产业把它串联起来，让这个台湾的科技产业能够有国际视野这样。就是每个不同国家的市场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农业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封闭、保守型的一个产业，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关系跟关系之间的链接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那好是在这趟过程当中，帮助我们成功的把这些连接给串接起来，这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事情。其实整趟过程中，大家彼此都是加速器的学长学弟、学姐学妹嘛。对，那在过程中大家也有很多交流，然后产生出新的想法，甚至是我们可以带回台湾这去做实现的。对，那就是我们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也希望未来可以跟这些学长学弟妹更多的互动。所有的过程都在让我们体会说，在食这件事情，我们有怎么样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达到这些注意。同时，我们可以在不同什么样的阶段来施予什么样的力道，这样子来帮助全球更多的人更在乎食这件事情，就像好事一样，在乎这件事情。面对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市场，你可以勇于的踏进来，因为加速器里面有各个不同领域，上下有不同的新创。其实大家可以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圈，一起往国外去拓展。我觉得这次经过了好食好事的协助跟帮忙，
那它其实带有一个开门的效果在，因为像我们这些团队，我们拥有很好的这些技术跟才能，但是我们经常缺乏的是当地的关系，还有我们如何被推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帮助非常大的。我觉得很令人兴奋的是，就在今天早上，我们成功的与印尼的农业服务商Iwatani 签订了双方的合作协议，这样。那主要是它会正式的导入我们公司的人工智慧，在它的就是目标市场的服务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大家看完影片之后，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是不是跟我第一次看影片一样，就是充满了很多的感动。原来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那很常有人问我们说：“哎，你们好像是每一年的行程都超级满，做了超级多事情，你们团队到底有多少人？”大家要不要在自己心里想一下答案，到底是多少人？我们答案揭晓。我们的团队就是这9个人，各个身怀绝技的好时好事特工队。所以呢，等一下在会场，如果你有看到穿这样子衣服的同仁，可以主动的跟大家一起交流，或许这些人就会成为你创业路上的加速好伙伴。那刚刚我们都在讲的是好时好事今年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展望未来，我们呢想要跟新创一起放眼国际，去探索更多的市场。那我们想要跟我们的校友一起共创价值，来完成更完整的食农产业链。最后呢，我们想要跟生态圈里的伙伴合作共好，一起来打造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创支持系统。那在今天这样子盛大的场合里面呢，我们要很高兴的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从明年开始，好时好事将会与福田资本一起携手共创台湾的食农科技生态圈。谢谢大家。非常谢谢 Amber 的分享。我想刚刚 Amber 在简报的最后一页，为我们埋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伏笔，就是接下来2025年。是会跟台湾专注于食农科技领域的创投伙伴福田资本 Foodland Venture 进行策略的合作关系，强联手，我希望可以携手来健全科技生态社群的发展。那我想这次的合作不单单只是加速器跟创投之间的合作，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产业所能够带来的深远影响跟期许。我想在前面的几段分享，包含好时好事的这个成绩，包含了这个执行长的分享，甚至包含刚刚魏先生的分享里面，我们都看得到台湾的食农科技正在快速的成长。那我想福田跟好时好事的合作，一定可以帮台湾建立一个更强大而且更具有韧性的一个创新的支持生态系统。那除了可以协助更多的新创公司走向国际之外，双方携手的力量，我觉得反过来对产业来说，也是希望可以为产业来贡献更多的创新解决的方案。最后，我们希望推动食农科技领域的这个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循环。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在座所有的宾客来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充满期待的合作时刻哦。首先，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福田资本的创办人 Victor 陈瑞贤先生，以及好时好事基金会的执行长陈茂嘉执行长上台，来为我们一起进行这个 MOU 的签署仪式，有请。好，那我们执行长是不是先上台？然后 Victor 这边要稍微整理一下，因为待会 Victor 会为我们进行分享。来，我们请执行长。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进行 MOU 的签署嘛，所以这个在家有练字吗？不用了哈，这个应该都签很多张支票，希望2025可以再透过这样的合作，可以签更多的这个投资意向书或投资的支票出去哦。Victor ready 了吗？来，有请。好，我们现场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呢？我们邀请2位，就是拿起手中的签字笔，在我们的版面上进行 MOU 的签署。我想这也是一个见证台湾食农科技生态圈迈向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我想受惠最多的将来就是食农新创们了，在这样强强联手之下，你们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我们是不是一起看向舞台前方，然后一起进行合影？来，那个 Big， 对，我们再靠近一些。那他是说我了，他叫我闪边。好，再次感谢2位，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先请警长先回座，然后 Victor 有些话要跟我们说，是不是？是，来，我们拿一下麦克风，谢谢。大家好，我是福田资本的创办人兼执行 Victor。那今天很荣幸可以一起参与好食好事今年已经第7届的这个 Demo Day。那可能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福田资本本身。那我们是一个立志于专门投资在食农产业、推动产业进步的新创的一个创投基金。我们今年是成立了，已经进入了第4年。那我们陆陆续续也投资了10几家，在这个刚刚跟好食好事有很相近的地方，是我们也是投资整个产业链的部分，从早期新创，现在投到中型成长型的新创。那一直以来，从餐饮科技，从智慧物流、替代性食材、农业科技，甚至我们也有投资了这个好食好事第1届的 ID 科技，现在也是在这个智慧养殖内已经有很显著的成绩，甚至已经跨足到碳权，然后可以协助创造出一个更永续的一个养殖行业。那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跟这些创办人和团队经历了非常多的起起伏伏，然后看他们面对市场都有不一样的挑战。那到今年为止，其实我们的总募资额跟这些新创一起的已经超过了30亿的台币。那也是有一些进入一些成长性的成绩了。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这个路程中，其实看到大家有非常多的挑战。我们后来发现说，其实很高兴好事一直以来在这个早期新创生态圈里边有放进非常多的力气，然后有推进，甚至到今年已经都走到国际。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这食农产业里边，像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 traditional 的 business， 然后产业里边其实不是单纯投资人、单纯新创或者单一的企业可以推动产业进步的，反而是需要整个 community、整个 ecosystem 一起来促进多方面的讨论，才可以真正推动产业的进步。那我们也很乐见这样子的community 持续在扩大，现在看到第7届了，每一届比都做的比上一届还要更好更大，而且我看到有今天的这个参与名单，也有很多产业的伙伴一起来加入。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很高兴可以跟好食好事这边做出直接的合作，不管在资金上的协助，或者是在产业人脉上的协助，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打造一起更好的方式去打造一个更团结的生态圈。因为这些新创常常在早期的时候，必须要接触到很多产业的 feedback， 他们在develop 出的不管是任何种的 solution， 或者真的是新的科技需要进入产业，其实常常都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然后有产业的合作，这个才能够加速他们的成长，也能更有效的进入产业。那最后还是要恭喜好食好事今年进入了第七届了，然后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非常感谢 Victor 的分享。好，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就是食农科技不是只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吃有关联而已，就包含像刚刚 Amber 在简报里面也提到的，好食好事加速器它所 cover 的题目，其实是从产地到餐桌的7大领域都 cover。我们希望让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食农科技其实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然后全面的要落实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而要推动在农业还有食品产业的数位化跟这个绿色的转型。所以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10个团队的分享之前，我们想要先来透过
短讲跟炉边对谈的方式哦，然后邀请3位讲者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产业里面的重要的意见跟观察。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环节如何来打造一个具有韧性的供应链的生态圈。首先，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讲者呢，他来自于亚洲最大的环保热熔胶的生产企业德渊企业。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食品产业里面呢，在热熔胶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广泛的应用，包括了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现在手中可能都有保特瓶。那保特瓶呢，除了需要使用环保材质之外，在瓶标的封盒啊，然后这个瓶盖的贴合上面呢，都大量的使用了热熔胶。那这个热熔胶要让大家用的安心，当然吃的也安心哦。那这些热熔胶的材料的创新呢，其实也帮助了食品的厂商，他们可以减少塑料的使用，然后也能够更加的环保。德渊企业的努力呢，是推动会员来这个食品产业进行绿色包装跟永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德渊企业的曹连娣总经理来为我们进行精彩的分享。有请曹总。魏董事长、杨董事长、执行长，各位好时好事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由德渊公司曹连娣由我来代表分享我们公司在永续方面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待会大家可以听到为什么非常有趣呢？我先介绍一下德渊。今天演讲的主题分享的主题是德渊 GPS 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在这平台上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首先介绍我自己，我现在主要在集团负责永续方面的工作，也负责一些对外投资评估，还有投资后的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所以有蛮多心得的也可以跟大家交流分享。我先介绍德渊公司。很多人认识一个产品叫3秒胶3秒胶就是德渊的产品，最主力的产品任何人都不能叫3秒胶，不然我会告你，因为它是一个授权商标你们只能用瞬间胶但是我们做的最大的就是热熔胶产品以食品产业来讲，台湾的食品业者基本上80%以上都是德渊的客户我们热熔胶用在很多，包括包装，包括饼干。还包括各种饮料的整个包装上面的粘结接所用。德渊的全球布局我们比较特别我们在全球有8个工厂，6个研发中心。8个工厂里面，特别在我们除了在台湾、大陆、越南有工厂以外，我们在印度有2个工厂，欧洲我们有1个工厂。其实本来这个数字是9。因为我们欧洲本来也盖了一个新厂，算是台湾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先驱我们非常看好生物可分解产品的未来发展特别是用玉米或者是树薯这类以淀粉做成的 PLA 系列的生质塑胶做成的产品所以我们有跟人家合作在欧洲设了一个工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起初的可能投资评估规划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欧盟的政策变更该结束我们还是结束了，所以我说，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也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投资还是要谨慎一点，分享德渊的永续策略蓝图，这是我们在在顾问公司，其实就是 KPMG 永续管理顾问公司的辅导我们设计了在 ESG 方面能聚能散能聚就是粘得起来，能散就是产品到了使用最后的阶段，就是垃圾的时候要能够分解回收，分解不了那就只能烧掉所以能聚能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永续的一个理念在我们接着剂的产业里面。德渊跟各位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各位有些新创企业一开始做的就是永续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德渊成立48年半
在前面的40多年，我们就是在化工产业，我们就是在传统产业。哦，传统产业，大家化工，大家想到什么呢？哦，就是高能耗、高污染、高人工，哦，肮脏，然后制造污染，哦，那是以前的化工产业。但是大家可能要知道哈，就是说，全世界95%的产品制品都跟化工有关系，没有化工，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哦。所以化工制品相当重要。同时，全球有2000万人哦都在这个化工产业哦，让大家知道化工产业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化工产业怎么样再提升起来呢？哦，所以我们有参考联合国的，有参考标杆企业啊，标杆企业就是我们产业里面的最大咖的竞争者，也关心着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供应商关注哪些议题。哦，我们整个拟定出来了哦，德源的永续发展策略蓝图。在这个永续发展策略蓝图里面，也定义了我们最重要的产品方向。其实就跟大家认知的会是相当类似的，就是在生物经济领域，还有在循环经济领域循环回收这个领域，作为我们产品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轴，跟传统的化工产业一定要有脱钩，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地方。这里也是分享在永续策略蓝图整个展开以后，德源的低碳发展策略蓝图。在5年前，在6年前，大家还搞不清楚什么是 ESG， 什么是什么永续策略的永续的时候，我们在大陆就受到了启发。2018年，我们的大陆工厂被政府要求做温室气体盘查。那时候大家学习什么叫温室气体，什么叫永续。基于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发现化工产业未来的危机会相当急迫。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在这危机后面也展现出了，也看到了一些商机。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 GPS 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跟上下游产业跟设备商、跟技术顾问、跟工研院，还有跟工业局，现在叫产发署，我们整个连结起来，成立一个策略合作平台，大家一起共同面对2050年全球碳中和的要求。我们也定下2030年我们应该减碳到多少的目标。这就是我们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一开始我们就讲的让大家都很认同的，就是合作共好，互利共荣。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一定走得远，一定要结合众人的力量，未来一定是打群架的年代啊。这个合作平台今年也拿到了2个奖项，一个台湾的奖，一个是亚洲企业商会奖。我们 GPS 的商业模式很单纯，就是连接上下游的客户供应商，一起开发这方面的材料。经过这3年的努力，我们刚努力了3年，就像我报告过的，我们有遇到一些挫折过，在欧洲的投资失败的一些经验。那时候没有认识好时好事，也没有人辅导我们，直接就上了。那时候太轻忽了。在循环经济里面，不管循环经济产品，不管是生物经济产品，这一系列产品，我们跟客户、跟供应商一起开发出了这4个平台的产品，可以让大家看，也包括左边的绿色经济平台，右边的低碳经济平台，这些都是我们开发的产品。同时，在顾问公司的辅导下，我们也把所谓的传统产品跟那个绿色永续产品，如何用数字量化方式把它表达，这是 KPMG 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统计手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范例，例如各产业都会用塑胶膜来缠绕来包装，如果你改成热熔胶搭配那个热熔胶机生产设备，你的实际的对整个社会贡献的真实成本、真实价值可以差到相当大一个站板就可以差1到43这是考量到环境成本跟社会成本对社会的差异以上这些主要是分享德源这4年遇到哪些挫折，还有我们这些传统产业遇到永续的需求，我们该怎么转型？我们该怎么运用政府的资源？然后整个公司怎样群策群力？大家一起去思考怎么去转型，然后连接所有客户供应商一起
结成这个联盟，开发出更好的产品来应对未来的趋势，也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轴。以上是我个人一些小小分享。以上报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德源企业的曹总，我们期待等一下在座谈的时候可以跟您有更多的分享，谢谢。好，谈到我们刚刚在介绍曹总出来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个，我们提到了保特瓶，我们用保特瓶来做引子。那提到保特瓶，我们就会想到回收，对不对？想到回收，我们就会想到 eCoco 的智慧回收机。我想 eCoco 的智慧回收技术呢，在食品业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于循环经济来说。那这些回收机呢，是透过智慧科技改变传统的回收方式，不但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资源回收的回收率，减少废弃物，而且也能够透过精确的分类跟管理，来降低整个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就打造出一个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想要做到的永续食农的供应链。所以接下来分享，让我们欢迎 eCoco 循环经济的创办人李汉阳创办人，有请。各位这个好食的嘉宾，大家好哦。那个真的非常的兴奋，就是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去年还站在这个台上，现在还可以来这样再来一次哦那所以就是说非常的开心。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个产业在这种循环经济发展的潜势上面，那我们一个做这种智慧回收机的公司，或者是智慧回收系统的公司，它在它的发展的潜势上面会有什么机会点来跟大家做讨论。那先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去年第6届的时候，其实我是站在那边，然后做这种demo day 的这个 pitch 嘛，那非常感谢这个捐助人这个1年来的这个加持有看过然后还有这种好事团队的这个帮忙各位知道吗？今天早上这个执行长，这个好事的执行长学长啊，他还陪我去那个拜访公司了，这个就是好食的精神。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认真。我6点就出门了所以就是说，好，那我们在这1年的过程中，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一些进度？我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我们进来加速器之前，我花了5年的时间在市场上做了100台的智慧回收机。那在这1年的过程中，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计划，1年内要在台湾成长加速500台的这个回收机的设置，加速25倍。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做出了比上同期会员数成长20倍的这个注册量。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营业额成长了800%。那这个800% 做出来之后，全身酸痛是还没有了但是心里面是真的开心的不得了那我们在实务上面的成就，刚刚那个 Amber 已经给我破梗了那个我们在今年开启了全台最大的这种超市的通路。还有前3大的量贩店，甚至是全台最大的3C 通路的这个合作，还有这个月即将开启全台最大的这个药局，还有3C 通路的这个5金通路的这个合作。那意思是什么？台湾最好的品牌、最大的品牌，通通都选择 eCoco。那在台湾做出了这些机会点之后，我们怎么在国际上面再找到我们的新机会点？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国际趋势有哪些？在欧盟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做产品数位护照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产品数位的护照的部分，其实是很像我们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叫做生产履历。在每一项产品上面，不是只有青菜包括这个遥控器、1台电视，或者是买一包洋芋片，上面都会有一个 QR code。你一扫下去，里面会有什么资讯？它会告诉你，就是说这一包洋芋片上面的包材，它里面它这个包材生产的成分啊，材料用什么啊，甚至是回收的这个选项上面提供消费者他消费上面的选择。那这些它在这边的这个5个点的要求里面，其实它要做到什么？它其实通通都要做到2点。第一个，加强产品的资讯的透明度。第二个就是支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商机。那再来，在欧盟的这个叫做包材及这种废弃物的法规上面 ，PPW 或者是 PPWR 上面，欧盟讨论了很多年，终于在
2025年的时候，各国要立法，然后开始在市场上实施。然后他想要做到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包装的可回收性，第二个就是说减少过度的包装，第3个是什么？促进再生料的这个使用啊。那这每一点都跟我们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哦。那而且不只是在塑胶的材料上面，它在电池，在一些什么淤泥啊、废油上面，它通通都有相关的规范出炉，所以回收的商机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大。那除了那我们以其中一个材质，我们看到的食品包装、一次性的饮料，或者是其他的塑胶品来看的话，2030年跟2040年使用在新产品的材料上面的比例会非常非常之大，所以这个机会点不可谓小啊。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已经开始在各项的它的新的产品的使用上面，开始都采用这个材料在做进行。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趋势下面，其实有一个结论，他们想要做到3个点：第一个可溯源，第二个就是品质要好，第3件事情就是什么？效益要高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的机会点。那不只是在这种已经开发的国家，像这种现在还没有开发的国家上面，没有开发中的国家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率其实还蛮低的。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台湾这样子小小的运作了几年，我们已经收到了10几个国家的来信，希望 ECOCO 这个系统可不可以来跟他们做讨论。那当我们前进到海外市场之后，我们到底会有什么优势呢？那先讲台湾，有人知道吗？2025、26年的时候，台湾的这种卖手机的单位已经被强制规范，它要回收15% 的手机回来。你知道这个非常难吗？因为台湾做了大概20-30年，手机的回收率只有12%。你自己回家看一下，你家有几只手机哈？那这个我就没有强调了。2025年已经要开始试行了哦。那这个是不是ECOCO 的机会点？当然是啊，我们就是这个强调资源循环的这个平台，效率的这个平台。那再来，大家看到这一条链，这个是台湾引以为傲的这个叫什么资源回收链？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建出这条资源回收链。国外的厂商，现在开发中的国家，回收率低，要建的时候都会来台湾看。那台湾看之后 ，ECOCO 产生什么机会点？因为我们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现在我们使用 ECOCO 的系统，我们可以帮你节省3到4个步骤。使用我们的系统，在你们的国家做建制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直接跨越20年。那使用 ECOCO 的系统，除了回收的效率高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我们今年做到最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在材料的回收上面的得成率，其实是超越传统的这个72%，到达了这个90%，而且用水用电都比一般更便宜，真正做到了什么？可溯源、材料好、回收效率高这件事情。那再来的话，我们所有的设备也已经做了这个碳中和的这个验证，还有最大的 bonus 来了。在 ECOCO 回收之后，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好用的这种折价券的点数、购物金的点数。那这个购物金的点数其实有一点点像什么？有一点点像是我们这个疫情来的时候这种环保的振兴券。那这个环保的振兴券，在过去的5年间，我们帮我们合作的品牌带动了2.5亿的这个消费力。那大家都知道嘛，刚才有广告，我们现在在进行什么？500个站点的这个设置，那我们预计在我们这个500个站点的设置之后，我们会带动跟我们合作品牌数十亿的这个消费力。那所以，各位品牌们，赶快来跟我们联络吧。好，那个 ECOCO 即将帮你们的门市做得多又满、大又好啊。哈，那基本上我想要回应今天的主题：韧性无界，科技无限。我们从收一个0.08元的瓶子开始，用一台几乎可以买一台小型车的这个设备开始做，这样够韧性的吧？但是我们做出了一个什么？民众 ECOCO 这间公司的发展性，跟我们合作的品牌跟环境4方共赢的这种系统。那也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我们第7届的校友啊。我们第7届的校友的他们的 video， 我每一个都看完了，每一次看完都是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强到让我觉得发抖啊。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好时这个团队啊。那也请各位投资人们，接下来就是请关注我们今天第7届校友的这个Demo Day 的这个 pitch 的表现。谢谢各位。非常谢谢 ECOCO 循环经济的李汉阳创办人。我们先在这个座谈之前，我们先请回座，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舞台需要一些
一些时间来准备哦。刚才在曹总的分享里面，我觉得曹总分享的那个能聚能散的理念非常棒。我想这个能聚能散，除了是材料上面能够能聚能散，也希望能够在产业的合作上面要能聚能散哦。所以他打造了一个这个绿色材料的策略平台。我们很好奇这个平台能够发挥怎样的效果。待会在这个座谈的时候，也许可以再请曹总来跟我们分享更多。那谈到材料的能聚能散，我们当然也希望好聚好散嘛，对不对？所以刚刚这个汉阳跟我们分享了 EcoCo 的优势是可溯源、材料好、效率高这样的一个回收系统，现在已经打进了全台最大的超市啦、3C 通路啦、药局啦、五金啦。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汉阳说，我每天都看到他，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小北百货这样子。那当然更期待的是，EcoCo 这套系统能够推向国际哦，因为不管是在开发中国家在基础回收设施上面，或者是在已开发国家对于再生塑料的要求，其实都对于智慧回收的必要性都产生了极大的效果。所以紧接着，我想大家对于刚才2位主讲人所分享的内容，一定感到意犹未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各自只有7分钟，7分钟分享真的不容易哦。等一下新创团队也是7分钟哦，所以大家都要把握这个7分钟黄金时间，好好把自己的话全部都说完。那接下来我们进到对谈环节呢，我们想要探讨的是投资新创企业怎么样用科技来共构韧性供应链生态圈。有请曹连地总经理以及李汉阳创办人，以及推动食农科技新创发展的推手好时好事基金会的吕学普董事上台为我们一起进行分享。来，请坐。他们很贴心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台子，很可爱，很像主播台。那个因为曹总跟汉阳刚刚都已经有分享过了，所以我多 Q 一题好不好？那个吕学普董事要不要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嗨，各位好，叫我 David 就好。我现在的正职是在台湾大哥大做投资并购，还有一些策略合作等等的事情。那我个人的背景的话呢，我 MBA 毕业后在纽约、香港做投资银行，然后之后回台湾就是做私募基金的投资等等。那因缘际会来到这个基金会当董事呢，我觉得对我个人成长很高，因为以前坦白讲，私募基金跟农业这一块不是交流没有那么大。但是呢，这个是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特别是当了一个父亲以后，或特别对小孩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所以我很荣幸可以继续在这个基金会贡献一点外部我们这种铜臭味比较重的人的一些观感。但是因为创业其实就是要活着嘛，然后要让投资人赚钱才能可长可久，所以如果会后有各位先进有什么投资人的观点的话，我非常乐意与各位私下分享，谢谢。好，非常谢谢 David。既然那个麦克风拿着了，我们就先不要放下。第一题，我想要就先请教 David 的意见哦，就是说，我们其实前面都，我想大家都有感啦，气候变迁，全世界的气候变迁对食农产业是首当其冲的。可是也不单单是气候变迁的问题哦，包含了 AI 的发展，包含科技的创新，其实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所以我想要先从 David 开始，然后接下来请汉阳跟曹总帮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在这样的全球的机会跟挑战里面，看到有哪些产业的现况跟市场的机会？好的，气候变迁的话呢，当然，我先用一个葡萄酒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因为again 我不是农业的专家，但是葡萄酒大家都喝，那葡萄酒也是一个农业价值最高的一个作物之一。那我拿加州跟法国来讲好了，加州有些人会讲说是新世界的酒，法国会说是旧世界，它传统比较多，所以当年的那雨啊、太阳啊等等会影响到比较多。可是美国这个新世界的人呢，而且又加州非常的财大气粗，其实非常多酒庄的老板可能都是科技业赚了钱，所以他只是想来酿一些独步全球的酒。总之，加州的人他就很擅长用科技来帮他的酒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它品质更好。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会有一些叫所谓 tractor， 就是那些机器呢，它可能有一堆很先进的摄影设备，然后呢，它可以每天巡，因为它不会累。
然后呢，它可以去预测说，那个收成会是怎么样，虫害怎么样，它需要多少的水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加州的酒这几年来呢，它其实水准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不受气候的影响。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我马上可以想到一个跟气候变迁比较有相关的例子。那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各位讲科技呢，也不用想到这么复杂，说一定要 AI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呢，一些很简单的科技，已经让资讯的分享比过往更容易。我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YouTube 好了。YouTube 你可以学到很多大师他分享，或者比如说有些像 Google 前 CEO 有一次在 Stanford 有个闭门会谈，他讲的内容不小心被泄露出去。其实很多时候你去 YouTube 你可以找到很多大师他真实的想法，然后很多 Podcast 呢，比如说拿我们投新创来讲好了，很多时候台湾还是让矽谷学习，那矽谷现在有非常多的大佬。比如说有个叫 All In 的 Podcast， 是4个曾经在最好的工作企业服务或者创业，现在都是 VC 创投家的，他们就每个礼拜都会找一些很厉害的人，比如说 Elon Musk， 比如说 Facebook Founder， 或者是川普的搭档副总统，他们会直接的分享他的想法，所以这就是一个科技给所有人一个最容易接触到顶尖者的想法的一个好处，那这也不是多么的 high tech。那如果说要讲到 AI 的话，我刚想到一个例子，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想不开去创业，但是呢，因为他是台大电机、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呢，他就知道怎么用 AI 来帮他省钱。那他的事业呢，台湾有版图，然后也在欧洲、美国都有。他很多时候去拓展一个欧洲市场的时候，他有一些东西要问律师，那当然每个欧洲国家很细，他也没有办法一一了解，所以就要花很多的钱去请律师。但他最近跟我讲一个例子说，他收到一个荷兰律师给他的那个律师意见，然后他拿 ChatGPT 的 result 丢回给那个律师说，你以后再提供这种程度的法律意见的话，你就不会再有我的生意了，请讲得清楚一点。那这就是他跟我说 AI 对他最好的用处之一，他也会把他的财务数字丢让 AI 说，我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你帮我平衡一下吧。他也可以让 AI 帮他省钱，所以他请了会计不用这么厉害。所以这是我想到一些小小的例子啦，就要与各位分享，谢谢。好，谢谢 David。我想这个透过知识的普及跟科技的应用 ，David 的角度比较偏向于是人定胜天的角度，就面对 unpredictable 的这个世界的趋势或环境的变迁哦。好，那汉阳呢？那个谈到科技创新，谈到 AI， 谈到智慧，所有的这些 buzzword， 你应该从这些关键字上面占尽好处，对不对？成就了你现在的一番事业。那你看到的产业现况跟市场机会在哪里？那尤其我也更想听一下，那在这中间完全都毫无挑战或毫无危机吗？你怎么看？这个机会点跟这种挑战跟危机，目前看到的都是好处啦。好，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公司也来了那种，也加入了那个矽谷的成员哦。那我们在今年 AI 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同事也可以使用更多的工具？我们不是只有做前端的回收吼，我们资料回来，用户的状况，或者是说我们收到瓶罐的数量，或者是今天也有一个团队是这种起点无限，他做的这种最佳清运路径的这个计算的这个部分哈，其实这个对我们整个 AI 的时代来临，对我们这种团队会更有效率化。我以前只有100台，我不担心；我现在500台，我小担心。我当然会想到我5000台以后要怎么样嘛。对嘛吼，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在台湾盖1万台啦，吼，广告一下哈啊，但是我们想要这样子告诉大家，当这种工具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机会点，是因为大家对环境的重视是想要把材质运用得更透彻。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团队里面还有用那个叫香蕉的假筋，也可以做成袜子，你觉得这个可以想象吗？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机会点。AI 还有就是大家对环境的更重视之后，把材料运用得更好，那也让我们这种服务团队可以导入这些工具，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可以在
你的整个服务链上面创造更多的商机，更多的机会点。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科技的创新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帮助你，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有谈到，你们其实跟过去传统的回收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不同嘛。虽然说传统的回收方式对现在社会中的非常多老人家来说是很重要的生活重心啦，但是有了创新的科技，其实才能够帮助你们做到可溯源、材料好跟效率高。我想这个是人力上面。要能够做到相同的效果，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那最后来到曹总的部分，就是身为一个快要50年的企业，你怎么看科技创新跟 AI 发展带来的机会？我来分享一下哈。前2周我在德国，在德国这是疫情以后4年多第一次到德国拜访，有2个感触。第一个，德国真的非常不景气，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推估，欧洲地区未来1-2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不景气，这提醒大家也注意。第二个，在我参观其他知名企业的时候，又更震撼了。虽然经过4年的疫情，但是德国的工厂的 ALT 自动化，感觉他们又升级了一步。更精细的动作，更人机界面的整合，他们又上升了一个档次。有些以前觉得非人工不可的作业，他们也都用机器人，用自动化把它完成了。包括我看到他们的那个 AGV，自动运输的那个载具，我看到它几乎跟人一样，能够识别，能够回避，能够做各种作业。基本上。技术一直在提升，一直在进步。我深深感觉台湾是稍微有些落后。同样的，我们都讲传统产业、老企业，我们这种40-50年的公司，更应该往前看，往优秀的厂商看，去跟他们学习。毕竟，特别是化工产业，热、脏、污染，这都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议题。而且在永续的趋势下面，我们也应该去减少更多的直接人工，也应该去采用更节能减耗，而且错误率很低的人工自动化跟 ALT 系统。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公司，相关产业对这方面的需求都会相当大。而台湾做最好的是半导体产业，但是不应该只有半导体产业我们这些所有传统产业，所以相关产业也都应该一直朝这个方面努力去升级这个也是永续的志业之一以上一些小小分享，谢谢。谢谢曹总。紧接着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教曹总意见就是其实您在刚刚的短讲里面有分享到，你们有打造一个这个绿色材料策略合作平台，那想要请你多聊一下这一块，就是说，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绿色材料的部分已经做得有声有色了嘛？那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跟什么原因之下，你们会想要携手供应链伙伴去做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你们是怎么样去串联那个中下游的伙伴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一个串联跟这个平台里面，新创公司有一席之地吗？他们的角色会是什么？我先做一个分享因为很多公司都会面对双重的一个压力第一个是来自于客户方面所以包括 Apple 也宣示了碳中和，那个沃尔玛也宣示了那个2030年要减碳10亿吨 ，Blue Air 2030年要停止使用所有石化基材料，很多国际大厂都宣示了类似相关的一个目标我列举了3家，因为这3家都是我客户。所以他这个宣示以后，接下来压力就到我身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压力，我们该怎么去开发可以应对他需求的产品？往后一看，供应商都是那个全球我们化工产业很多供应商都是全球的那种世界大厂，世界500强里面很多，要他配合你开发这些类型高难度的永续产品。他会去评估市场量是不是足够，适不适合能够短期内开发他的
意愿度如何哦，所以这我们就变成一个夹心饼干哦，很多厂商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其实我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哦，下面所有的伙伴也都可以想想看，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商机了哦，真的很多商机，大家可以想想看哦。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哦，最好的一个处置方案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把客户、供应商、设备商哦，大家一起哦约集在一起，大家一起讨论开发的方向、产品应用的方向哦。可能有些东西，可能现在的技术水平做不上，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一些方案可以应对、可以处理哦？让客户看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的努力，这是最重要的哦。客户可以满意，你做不出来，但是你是有这个企图心哦，你是有一直在往这方面这努力在进行的，大部分的客户就会是满意的哦。我举例来讲，因为我们是做接着剂、做胶的嘛，啊，你干嘛用石化原料？那个橡胶树割一割，那个橡胶出来不就可以用了吗？对，它成本高，但是它性能不好哦。早期大家连稀饭煮一煮都可以做接着剂了哦，橡胶树也可以，松香树也可以哦，这个就叫生物经济哦，这叫也是一种循环经济、永续循环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它的性能、它的耐热性、它的接着强度不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持续去开发一些哦，可以得到客户接受，而且对环境来讲是一个均衡效益的一个结果，一个这样的产品哦。这条路还很长的，但是我们相信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的成长进步下去哦。同样的，所有新创团队，大家也都可以去想想看，客户的痛点在哪里？客户希望的永续产品，这些永续产品的材料的短板哦，缺失在哪里？那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克服它？哦，甚至生物经济方面的产品不行，我可不可以用循环经济、回收再制的产品来替代达成？而更多的是，循环回收再制的产品，我可不可以用生物可堆肥这种生物经济系列的产品来替代？里面其实都是蛮多商机的啊，当然也包括我刚刚讲的 AIoT 方面应用在农业上，用在制造业上里面都商机很多，挑战也很大，也鼓励所有有创意的伙伴一起投入在这里面。谢谢。可是曹总，拍摄在30秒，那新创加进来之后，那老大哥怎么帮他们？因为毕竟充满了无限可能性，但是他们可能在这样的平台里面或这样的供应链里面，可能是比较缺乏经验的。那以德渊来说，除了把他们纳入平台之外，请他们提供 solution 之外，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合作的方式？也许是可以帮助新创公司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跟机会的。我的建议就有点像行销里面的 STP segmentation 要确定清楚 ，target 要清楚 ，position 要清楚，所以你目标那几个 target， 你一定要得到他的认可不是产品的认可，是共同开发方向的认可。你一定要跟着你 target 的这几个客户，1家、2家，最好是3家，然后一起去投入，一起去开发，一起去测试。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你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有人愿意提醒你，带着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一些分享，谢谢。好，那接下来想请教汉阳 ，ecoco 是 eco 跟 coin 结合起来，那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回到最原始，你一开始是怎么会想到要打造这个智慧回收机？更重要的是，刚才在你的分享里面，我们谈到很多目前在台湾市场的重大成绩，500台，接下来你要到1万台，那你要用你是用什么方式打进这些最大的通路、最大的那个、最大的这个，然后还要连接消费者，然后要改变这些老年人放下他生活做回收的重心，转而去使用你的机器，这样子，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说这个问题怎么跟我提那个板子上面的不太一样？明明就很像，你在那边。这个
这个不要那个灯光很亮，不要突然开外挂，没有啦，那个就是因为灯光很亮，我开外挂你就跑不掉啊。那个我以前是金融业的，然后那我在金融业的成绩其实是还可以的哈。那但是我在金融业的时候，有时候出国旅游的时候就会看到，国外有智慧回收机啊，哇，这个机器这么好啊，去投啊。那为什么金融业做那么多年，然后台湾怎么都还没有智慧回收机？台湾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还蛮引以为傲，是科技岛嘛。那为什么会没有这种系统？有人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啊，那国外是押金制的，你去买一支水10元，拿去结账的时候你要付12元，那你喝完的时候你拿去投那个机器，你的2元就会退回来了，跟你去买米酒一样啊。那台湾其实早期也有推行过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叫做押金制嘛。那结果台湾的那个工厂都做平值去跟政府换2元，你知道吗？那换到后来政府受不了，就说不行啊，台湾不能做押金制啊。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式，说，奇怪，我们台南有一个国外的这种欧洲的商人捐了1台回来，我每天都看很多人在使用啊。那我想说，那这个生意到底为什么会没有人做，没有人想规模化？那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很多年了。那过了几年，我那时候在大陆工作的时候，然后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想要回到台湾，那我就想说，不然我来试试看好了。然后试试看好了，就画了一个商业模式，那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目标是想要告诉我的小孩，从他6个月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我想要告诉他说，这以后要告诉他说，这就是我做的哈，这个就是我做的。那我的小孩经过了这个6、7年的时间长大的时候，就是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上那个阅读课的时候，我们有看到 eCoco 然后我就说，那你有跟你的老师跟同学介绍吗？然后他就说有啊，结果那个画面异常的平静，你知道吗？一点点感动都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工作压力已经大到你已经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感觉了。那我们的那个 co-founder 他的小孩子上南一中，那个南一中的这个叫做空中英语教室里面也写到了 eCoco。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静下来回头想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初心，然后走到现在，其实有完成一点点的东西啊，哈。那其实这个规模，我们一直在笑自己说这个还太小，不足以对外面示范。那刚刚那个凯尔问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当初到底是怎么开始去跟这些大的品牌来做这些介绍呢？坦白说就是要把商模画出来，然后要够勇敢。你知道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够勇敢我跑去跟那个小北百货跟那个米克夏介绍的时候，米克夏跟我说，我觉得你这个机器不错啊，你要怎么跟我做合作？他说我需要你那块场地，他说然后呢？我说那我需要你那个电费也帮我出一下，他说然后呢？然后那折价券我请你出，然后再问他说那最后呢？他说那你机器那个如果满的时候你帮我照顾一下。那他突然一脸迷茫问我说，那你到底出什么？我就出一台机器，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经由这样子跟品牌的这种互动开始，我们也理解，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模式里面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叫做设计或者是验证，那其实就是 try and error 嘛，就是你要去理解，就是说，那到底市场需要什么？你不要只有停在你自己的想象里面那第二个去拜访的品牌就是小北百货那小北百货的那个副总大概有听到米克夏的人跟他说什么了吧？他直接问我说：“那你觉得我要出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机器来了吗？”我说：“大概在2个月。”那 Apple 呢？他跟我说大概在2个月。他就说：“你就是一个计划就跑来找我了。”那你说我够勇敢吗？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我大概度过了11个月，我跑了大概11个品牌吧，我成交了6个，然后就是开始他们愿意支持我们这个友善环境的这个商业模式，或者是说行动之后就开始了。那如果你说他们我到底怎么打动他们的我会说其实是感动他们那或者是说我们讲出了一个机会点，他们没有去这个叫做没有办法否认，就是说那这个商业模式我也想试试看。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商业模式一直 create 到现在。那中间当然还有很多故事啊，哈，就是创业的人就是这样子嘛，哈。那简单这样子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创业这件事情在他口中好像听起来非常的轻描淡写。好，我们听完产业的故事，也听了这个新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想听听从投资的观点哦。就是 David 有这个国际金融投资的经验，然后现在也在企业服务嘛，所以想请教2个小问题。一个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现在的食农产业有哪一些关键的议题跟市场机会？对投资人来讲，就是最有卖点的。另外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企业跟新创透过策略结盟来进行合作？好的，谢谢。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食农产业其实有一些主题其实一直都在嘛，大家都想要变得更健康。那生产农作物在气候多变啊，然后可能适合耕作的土地越来越少的状况下，谁可以更有效率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健康？那我觉得这些还有一些可能新创，就比如说，因为大家更环保。那所以有一些，比如说人造肉之类，他觉得说，可能养牛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很多啊，或者是说吃肉对身体不好，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这些年来也看了一些，大致上照这几个脉络的一些新创的企业等等。所以这一方面我不敢再多讲了。但我讲到说策略合作的话，因为这刚好也是我在台哥大的工作一个主要内容之一。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新创公司不要因为说你觉得小，你可能没有办法服务到很多的客人，或者是说呢，比如说你的可能产能还不到啊，等等等等，或者是说你觉得，一个像台哥大这样的企业，我们加 Momo 的话，1年可能要2000亿台币，那我们跟一个可能刚出来创业没多久，可能几百万营收的公司来讲，投这样的公司好像也不会影响到我们 EPS， 但是其实。有时候企业它要在发展的时候，它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不只看数字的，所以我就建议就是说，你要去发现说每个企业它现在它的策略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台哥大，我们有几个像移动方面的地方，或者是 ESG，像富邦集团我们母公司，它也是在一个叫 RE100，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要100%用再生能源的话，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新创是符合这个企业的主题的话，不妨就找人介绍，或者是有时候我的 LinkedIn 会自动会收到一些人投信过来。那有一种可能合作的模式，以比较新创的企业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可以先服务一个企业的员工，然后利用服务我们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 customer 的机会呢，你来练兵，你把自己养大。不然的话，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企业有一次来找我说，我想要服务某某，那我就去联络某某的一个副总，然后我就发现说，哇，这个企业的量可能没办法满足某某2天的量，那这个好像看起来就没有办法服务他，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你给我换过来想说，我们服务委会要做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可以试点，像台哥大的话，我们在全台湾有700多个。销售的地点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可能适合我们华纳威秀威秀附近的旗舰店？什么东西适合三创等等等等？你可以从小一点的地方开始，从这边呢，你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东西，也培养我们对你的信心。然后你就可以做我们公司的生意，然后再透过我们再去做别人的生意，甚至再来找像我觉得台湾越来越多企业有像我们这样的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那你就可以跟我们要钱，因为当我对你有信心以后，我想扶持你成长的话，为何我不也从你身上赚一点钱呢？那所以可以先从小方面的合作开始。对，谢谢。好，我想这也就呼应了刚刚汉阳讲的嘛，就是对新创团队来说，你就是要够勇敢，好，提供一个让他无法抗拒也无法否认的故事或者是计划，然后让企业接纳你。好，没想到我们20分钟也超时。所以最后非常简短的时间，邀请3位来宾帮我们各用1分钟的时间好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韧性嘛，然后我们有一个饮品叫做强韧之心，所以给新创团队一些建议吧，如何保持韧性 ，How to keep yourself a heart of resilience， 然后能够永续发展。我们是不是先从曹总开始，给新创团队一个1分钟的建议？
大家好，我分享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吼。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乐观，而且结交很多正向的朋友哦，一群正向的力量，这相当重要。但是有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吼，不要乐观过头而失去了风险控管的一个机制哦，风险管理也很重要哦，特别是后面的资金管理、投资评估这一块相当重要哦。我认识很多创业成功的朋友哦，他们都共同面对的一个资金流断裂而自己不自知的一个状况哦，这相当重要第二个，永续产品哦，一定要相信，深深的相信，毫不怀疑的，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哦。很多人说这个产业、这个产品后天会很好。明天会多久可能不太清楚哦，因为有技术的瓶颈，还有一些成本的压力，而且还有一般用户对使用上的一些疑虑哦，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方向、这个道路一定是正确的哦，所以大家可以乐观的坚持下去，然后在自己本身的技术能力方面去加强哦，我们相信。这个一定会成功的哦，这是一点心得分享哦，谢谢大家。谢谢汉阳。这个我想呼应这个曹总哈，其实你一定要理解趋势啊哈，然后你心里面要够坚持，要有策略。那我之前受访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创投工会那个扎实，他问我说。我就跟他这样子形容，我就说你在做的这个创业的时候，你很像关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那个房间里面只有你啊。那有时候你已经得到的答案，你也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答案，你知道吗？那所以就是说，你一定内心要够坚持，然后去了解这些东西。那我其实前阵子这个捐助人跟我讲过一段话哈，是当面讲的，用台语好了哈，他就跟我说。创业的时阵，无迄个人会袂犯唔到的啦。阮行过的路，你唔通去行吼。你看你有啥物问题，你就尽量甲伊讲出来。然后看我咩甲你斗相共。阮就是好事甲好事妹。所以就是说，没有妹啦哈。但是他这样子讲之后，我们心里面讲说。原来就算他已经是我的投资人了，他还是可以容许我犯错的。那所以就是说，理解趋势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假设你真的很需要一些好的伙伴来帮助你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说你在找股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找一些策略合作的伙伴的时候，来这一点上面去注意，大概是这样。不然就找好时加速器嘛，哈，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最后请 David。是。谢谢。我想第一点的话，也呼应前面两位分享，就是我觉得要很好学，就是人要不断的学习成长。其实很多东西没有想象这么难，如果你每一天或者每一周花一些时间去学习的话，你就会找到对的方向。那我刚刚也简单提到说，科技让我们从最厉害的高手这边学习的管道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可是第二点的话，可能有点 contradicting， 就是说，我觉得特别是创业者呢，你需要学会去 prioritize， 就是说这个东西包括说，你的公司你以现在的规模、现在的资源，你可以做多少事情。那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投资简报，它可能会有说7、8个目标，然后每一个目标都好像有放一些现在最流行的字眼。那我就想说，奇怪，你不是只有3个人吗？那你到底也可以做多少事情？那这样很容易不够聚焦。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创办人他的时间也非常的有限。你到底现在是要找团队，你要找投资人，还是说你要认真的想你的策略，认真研究的产品？你一定要够聚焦，你的事情才能做得更好。那最后一点，我想说，因为如果要讲韧性的话，这是可能我个人的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人要有韧性的话，他其实也知道怎么样去排解他的压力。那这个有很多方法。有些比如说刚刚曹总有提到说，就是找一些正向的人，对他可以给你一些能量，或者是说有些人是靠运动或读书，你可以做一些跟工作完全无关的事情。因为呢，其实有些人呢，可能他短期他高压的环境呢，然后很久以后，忽然这个人就没有了弹性，没有韧性，那这样路反而走得比较不远。
那我觉得适时的找到一个身心的平衡，也可以让你走得更远。谢谢。好，再次感谢今天3位语坛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先把目前的对话到此暂时告一段落。如果等一下会后大家有更多更好奇的地方，想要跟3位语坛人交流的，都可以利用会后的这个交流时间。我们接下来请3位语坛人一起进行一个合影留念，好不好？摄影师，我们要坐着还是要站着？那麻烦大家站起来，然后到台前，我们中间有一个红点点的位置，汉阳要不要站在中间？中央你就中央5为准喽。好，然后我们一起，对，我们一起看向前方摄影师。好，我们要不要比个手势，比个赞？好，再次感谢好时好事基金会的董事吕学普董事、eCoco 循环经济的创办人李汉阳创办人，以及德渊企业的曹连弟总经理，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要准备来迎接我们团队的分享。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台上的设备先稍微整理一下？刚刚3位语坛人的分享里面，哇，大家有没有觉得创业真的很难呢？创业要注意资金管理。要做好投资评估，要注意走过的路不要再，就是犯过的错不要再犯，然后要懂得找到对的股东，要找到正向的朋友，然后要不断的学习，虽然有 AI 的帮忙，然后在这么多的事情之下，你还要保持乐观。这是我不知道君孝有没有保持乐观，我想一定是有啦，所以创业真的不太容易。不过刚刚很感动的就是汉阳分享嘛，他为什么要创业？因为想要做一件未来让自己的后代感到骄傲的事情。我相信接下来的创业者也是。紧接着让我们邀请第一组分享的团队悠游数据。讲的是很意外，我没有想到我 Q 这么快，是不是？好，中间请。喂，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第一组报告团队，我是悠游数据的创办人 Shaw。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公司推的全球化的产品Farming Space， 它是一款结合人工智慧跟卫星的精准农业的数据软体服务。那我们公司基本上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人工智慧在各种土地跟作物的精准预测跟计算上。那我们致力用人工智慧来赋能农业这个产业。好，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开场嘛，所以一样，我们谈谈气候变迁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发现，现在干季跟雨季部分，在拉丁美洲跟东南亚渐渐变得不那么鲜明了。那在台湾，各位可以发现，今年台风特别多，而且特别晚，它已经严重的去干扰到我们平常在秋冬季的一个种植季了。那身为第一线的农夫，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还有处理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变得那么关键了，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Team， 我们目前的客户主要聚焦是在农企业跟农业服务商上。那 Team 是一个蛮好典型代表，他在东南亚拥有超过1000公顷的香蕉田。但是面对这么大的香蕉田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问题是：我该怎么样有效率的去管理这么多的田？我应该要怎么样去知道每一个作物状况，哪边开始生病了，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应该要去派工过去？那怎么看到这些作物呢？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工具或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快的、更准确的去看到这些作物的状况？好，传统，我记得我在第一届的时候提倡蛮多是微气候的观念的。那大家可能想象直觉中是我可能会有很多的 sensor， 土壤 sensor、气象的 sensor 来去做田面的监控。可是它的问题是什么？它拥有比较高的成本，是因为它是一个硬体装置。那硬体装下去之后，接着你会想会不会被偷？那我有没有一些违约成本坏掉怎么办？那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是一个单点式的量测。那比方说，我今天可能有1000公顷，我今天可能有就是1公顷的田。那我要插几支 sensor 才够？那假设我今天1公顷插一支10万块钱，1000公顷怎么插？1000公顷1000支的10万块是多少钱？所以你会发现，当放量的时候，这件事就变得是不可能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它是间接参数，它不是作物的直接参数，所以它就会造成了一些我们可能知道温度、湿度，然后就有很多然后就开始期待所谓的大数据开始发展起来。那下一步。全球卫星在蓬勃发展的状况下，结合卫星结合人工智慧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最新推出一块产品是，你不再需要任何的硬体装置了，你只需要上这个软体平台，框好你自己的田后，它就会快速的告诉你，现在这个田里面有没有缺水，有没有缺肥，那需不需要喷药，还有它的生长状况是什么。那它动作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框好田之后，它就可以在3到10秒内快速的去回答这样子的田间状况，而且它不再需要硬体装置在前面了。换句话说，它节省了前面所有需要规划，甚至人不需要进入到现场去。好，那它怎么做的呢？这么多的指数，它靠的不是所谓的卫星的图像，不是我们在 Google Map 上看到的那个卫星图，它靠的不是人眼可见的东西，它靠的是各种光谱间的反射结合我们的算法，所以我们可以帮助大家看到人看不见的东西，人看到作物看不到水，人看到作物看不到有没有生病，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快速帮你看见，再去做你的结合 drone 啊，或者结合这些胜冠系统去做你的就是精准管理，节省你的效率，增加你的收入，那更精准的去施药、喷肥跟灌溉，这些都可以去完成。好，那我们在拉丁美洲那边有一个蛮成功的案例，是透过我们灌溉策略，比方说像结合这个晴朗的 drone， 或者结合盖亚这个地下胜冠系统，它除了可以大幅的节省80%的水之外，它还可以让整个的产量多大概2到3倍。台湾我们大概拉30%已经非常好了，但你会发现在东南亚或是在拉丁美洲部分，2到3倍是一个可能大家可以做到的，而且事实证明我们也做到了。好，另外一个是在哥伦比亚案例，大概是200公顷的香蕉田，可以透过我们方式快速的去做早期的香蕉病的预警，来去做到更好的防治跟你的生产管理效率的优化，这些都是能做到的。好，那我觉得 AI 还有一个很让人期待的事情是，过去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省份什么地在种些什么，你靠政府的普查可能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而且你拿不到这样资料。现在你上我的平台订购之后呢，我们可以帮你快速看到一整个省份什么田在种什么样的作物，什么样的作物多少的面积，几分钟就算完的。我觉得这个是人工智慧在下个世代，我们可以应用这件事情去做更好的商业策略规划跟土地利用上面的规划。那这是一个在就是印尼的省份。好，那像 Ting 拥有这个东西之后，它可以更快速的去管理它的田。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去看它竞争对手在干嘛，它就可以更好去制定它的商业策略。那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好，那我们目前服务大概超过189种作物，只要有叶片的作物，我们都能够在这平台上为你服务。好，那我们今年也很荣幸的是 WTO 第一个台湾受邀并且被注册登录的一个科技公司。那我们目前积极在深入就是东南亚，也包括是刚刚有提到的印尼的市场。好，那我们今年1月推出的产品全球订阅到现在，我们截至昨天大概已经突破了2万的使用者。那可以想象这是一个 To B 的生意。那我们大概平均帮客户提升18到38的 revenue。那我们目前大概服务20几个国家，那我们希望悠游数据可以持续打造AI 赋能农业的科技产品，来帮助大家加值，并且让这个未来世界过得更好。好，我们是悠游数据，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悠游数据。好，刚刚透过 Sean 的介绍，我们知道悠游数据管的是农田上的事、土地上的事。接下来这个团队他要管的是天上的事。接下来这个团队呢，他们透过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要来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并且减少人力的成本。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晴朗科技。好，大家好，请问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好，谢谢。我是晴朗科技的创办人恒登。晴朗科技呢是一间用无人机技术解决问题，并且提供服务的公司。我们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却很重要。产业缺工。我认为呢，缺工正在让我们熟悉的产业慢慢的瓦解消失。像农业啊，在台湾，我们面临严重的高龄化问题，很多农民因为长时间很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很严重的职业伤害。有些农民脚踝扭曲变形，老的时候根本就不能走路。有些农民呢，因为长时间农药的慢性中毒，导致他们呢在50几岁的时候就肝癌过世。同时间呢，随着绿能的发展呢，太阳能案场越盖越多，那随之而来需要更多的劳力做清洗、维运的服务。可是因为供不应求啊，所以劳力的成本不断的上升，
再这样下去，难道未来我们的大学生毕业，我们的年轻人都要跑去洗太阳能板，都要跑去喷农药来赚第一桶金吗？当然不是的，因为随着你的产业呢的成本不断的提升、提升再提升，当你的成本大于你的利润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就赚不了钱，这个产业就慢慢的不见。所以我说缺工正在让很多我们熟悉的产业慢慢的消亡。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想要提出一个高效率、自动化的服务，并且呢，它可以像人类一样的思考。所以我们很开心的跟你介绍，我们提供这个无人机的飞行服务。在农业上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去做农药的喷洒，取代人力，可以大量的减少水使用，可以减少农药使用，最重要是可以避免农民呢受到农药的毒害。在养殖渔业上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做精准的饲料投放、水质监控，提升它的产业效率。在光电上面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去做增能清洗的服务，我们可以提升案场5到10% 的发电效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哦。未来台湾会有数十 GW 的案场成立，我哪怕是提升1%，我就可以多数十亿的发电量。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技术可以为产业带来很大的价值。那这样的技术呢，背后其实是很多很厉害的技术组成，包含我们有 Level 3的自动驾驶避障，我们有无人机飞行的媒合平台，我们甚至呢有一机多用模组化的设计，还有 AI 的功能。那这些技术呢，让我们可以与众不同，让我们可以脱颖而出。那我们拿过去的技术呢，去训练系统，它可以告诉你未来该怎么做。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经验的传承。在未来呢，你可以询问我们的系统，这一块田区我该怎么种植？好，在台南归仁的田区，举个例子，那它会告诉你的，根据你过往的施作记录哦，根据你的这个天候资料哦，根据悠游数据的卫星多孔谱资料哦，你可以未来可以怎么做？什么时候要做？该怎么做？好，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把这样的服务呢叫做 DaaS， 好，这个字是我发明的哈 ，Drone as a Service， 市场规模很大，农业加光电就有100多亿。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提出不同的服务方案，好，在资金的挹注的情况之下，那过往呢我们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连续5年营业额成长都超过100%。在未来的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服务的增加，藉由这个市场的扩张，我们可以在3到4年左右时间呢达到 IPO 的标准。好，那我们团队呢，为了要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我们团队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那我们现在大概有30位伙伴在我们团队里面，其中5位高阶主管呢的3位都有实战的创业经验，甚至有非常厉害的国际创业家加入我们的团队。那我们的顾问群呢，也是各个领域的大神呐。那顾问群白话文就是我在发展阶段，他们都是我未来的招募对象。那我们预计呢，在2025年 Q2 之前募资6000万。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投资人了。那我们现在正在找寻策略投资的伙伴。如果你认为我的技术、我的飞行服务可以帮助到你的产业的话，欢迎来找我们洽谈。那最后呢，我想要做一个总结。在未来，我们的想象是什么？勤朗科技的愿景是什么？在未来呢，城市的天空中、大海上、海洋上，甚至是在农田的农场上，都会有勤朗科技的无人机呢，孜孜不倦在做飞行的服务提供。我们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利、更轻松，我们可以让产业更好、更有效率、自动化。所以各位，欢迎加入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可以更好。我是勤朗科技的恒登，谢谢。非常感谢勤朗科技。看完这场空中的工业革命之后呢，接下来邀请大家把目光再从空中再移回到地面。可是下一组团队他们做的东西，各位如果光看地面，可能看不见，因为他们做的是仿生式的地下灌溉系统。那模仿的是自然水分循环，可以节水，适合不同的作物生长的需求，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也可以改善作物的健康跟生长效率，当然也可以节省人力。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盖亚智壤科技。大家好，我是盖亚智壤的营运长，也是我们的共同创办人 Vanessa。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样的气候冲击状况之下，农业可以怎么样改变。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讲到韧性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在农业现场第一线的每一天，我们不断的看到干旱、淹水、土壤贫瘠、停耕，甚至在今年的11月，同时有4个台风在门口等着要来。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应对这样子的能力就叫做韧性。而农业它的韧性的来源，关键其实就在土壤。跟大家分享一下盖亚的解方。which is designed for modern agriculture. Our system channels water directly to plant roots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s, ensuring every drop is efficiently used. This innovation saves up to 70% of water resources. Just to move, open a valve to start irrigating, saving farmers up to 85% of their working hours. No matter who you are, you can easily manage it. 在我们真的在台东农场实验的时候，我们省水不止刚刚讲的70%，我们可以省到75%的灌溉用水，而且可以为我们的农民省下每天3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省下来的3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把作物照顾得很好。作物照顾好呢，会直接反映在产值上面。他们从原本的火龙果的收购价，从每公斤50，可以直接上升到每公斤90以上，所以它其实直接就带来了80%以上的收益。照顾土壤、韧性健康，可以带来一个结实累累很好的农业未来。那这个健康呢，不只是在收成上，像今年康瑞台风直接在我们台东这个农场旁边登陆，这么强的一个气候数据，我们农场没有落果，而且只有套袋被吹走，然后鸟吃得很开心嘛，因为它趁空把它吃光光。这个就叫做农业的韧性。农业的韧性，我们提供农场它的韧性的方法是，我们整合像刚刚我们的 AI Satellite Monitoring， 我们的 Drone， 我们很多的前瞻农业技术整合运用之后，把这些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提供给我们的理念农民，提供给 NGO、机关团体以及有 ESG 需求行动的企业。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这是一个 very potential market。根据 Global Information， 它其实是以年成长率15.3%这样的方式在成长，到2030年其实会到600多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而在这个规模里面，其实我们有个蛮指标的竞争对手，它叫做 Netafim， 来自以色列的滴灌，但它其实有3大缺点，1大遗憾。第一个缺点就是它很挑水质。然后第二个缺点，它很容易塞了以后要换的时候又很贵，所以这个事情刚好对盖亚来说，我们可以支援地下水，广大的农业种植大部分都使用地下水，我们每年顶多5%，而且更换很容易，耗材又只需要我们竞争对手的1半，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农民第一线使用的一个技术，而且我们非常符合现在 FAO 世界潮流趋势，强力推动韧性跟碳储存的一个草生栽培以及省力机械的运用。那在这样子的成果之下，我们往东南亚前进，因为知道我们这些的能力最大的优势一定在东南亚。我们在今年往东南亚前进一步，在台湾我们获得了数位时代肯定年度前30的新创之星。我们在跟农村水保署合作，在日光小林社区，我们做了台湾第一个 ESG 低碳永续农场。在海外，我们在菲律宾签了海外代理，它是菲律宾最大的机构。除了菲律宾最大，它在美国、法国、澳洲都有分支。那同时，下个星期我们会前往菲律宾，在菲律宾大学总校区，它是一个国际制高点，是菲律宾唯一的国立大学，影响政策的地方，对全菲律宾、东协以及 WHO 等国际机构做技术展示，以及跟他们最大的 Foundation Jollibee Foundation 还有 Asia Development Bank 做社会 innovation 的一个合作讨论。这些我们的农场不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会让它进行 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国际型的农业认证。这个认证单位同时也是我们 AA1000的认证机构，努力让农场跟我们的企业ESG可以无缝接轨。目前还有台北、台中以及菲律宾中部好几个案场在等待我们的进行中。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策略目标跟标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跨域创新的团队。我的专长营运长在跨域创新，我也是联合国认证气候韧性以及适应方案规划的一个成员。我们的创办人他是医检师，也有超过20多年的有机农业经验。
我们 One Health 跟土壤健康是我们唯一的方向。我们的技术长他是生物机电博士，他非常专长跨域整合运用，然后以及做精密灌溉的一个精准农业的一个管理升级。我们的陈家忠顾问，中兴大学特聘教授，全球许多国家的农业发展顾问，他是我们在国际发展最好的一个技术支撑以及背书。我们会在2025年努力的把台非的跨国市场站好。2026年开始从台湾跟菲律宾往外东南亚继续发展，在2027年的时候，再把我们弹药库补充齐全，包含资材跟特用方案，往整个东南亚提供更多的服务，让更多的农场可以强化我们的韧性。我们现在其实在被暗场追着，那我们人手急需补足，弹药急缺。我们现在正开始天使轮的一个募资，我们预计募资1500万，就是为了要建立我们台非的基地。精辟人员的精干人员的招募，然后开始我们东南亚的一个市场。那这是目前 SIC 领头，还有额度，我们也非常欢迎其他在东南亚这个地方布局的伙伴来一起参加，一起合作。接下来天气不会很难再有风调雨顺的时候，现在布局韧性农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我们用仿生的智慧来回应气候的挑战，为东南亚，当然也为台湾，甚至是为世界带来韧性以及转机。谢谢大家。谢谢盖亚智长。我们刚刚听了悠游数据、勤壤科技，然后盖亚智长这3个团队如何透过他们的技术跟解决方案来提高生产的效率，还有提高生产率。那这些产品生产完之后呢，农业资源可不可以有更有价值的发展？接下来第4个团队成交生物科技，致力于利用台湾的农业资源来开发癌症等新药还有保健品。他们结合了生物科技跟农业资源，为医疗产业带来全新的突破。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能够为台湾的农业资源创造更高的价值。有请成交生物科技。大家好，我是成交生技执行长陈志明，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成交生技的研发成果。成交生技在做的主要业务呢，是利用我们公司自行开发的抗性淀粉的包埋技术，去包埋生物的活性物质。我们借由调整肠道的免疫，来开发口服的癌症疫苗跟保健食品哦。那为什么我们团队专注在癌症新药的开发上面呢？除了我们团队长时间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努力以外，我们从最近艺人汪吉敏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个是在现在台湾癌症治疗患者里面，他很无奈的一个现实。而且大部分的癌症患者都经历过这样治疗的痛苦，他们所接受汪建敏他接受的是所谓的化疗跟电疗。那有些人会说，如果你的钱比较多的话，你治疗过程里面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们来看看有钱的癌症治疗模式哈。现阶段癌症治疗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所谓的免疫的癌症治疗，它主要是有3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免疫查核点抑制剂，一个是 CAR-T， 一个是 ATC。这3种治疗模式呢，都是借由去对于 T 细胞做不同程度的修饰来攻击癌细胞。他们的治疗费用由1个月1万块美金左右，一直到一个病人一个疗程要50万美金。那它的有效性确实比一般传统的化放疗还高一些，约20到80% 左右，可以让癌症患者平均多存活3年的时间。但它产生的副作用呢，有类似自体免疫产生的一些副作用，还有些患者呢会引起比较强烈的激素的风暴，导致严重的发炎，甚至造成死亡。所以有钱的治疗方案，其实病人也不好受。相对于这些治疗方案，癌症疫苗它除了兼顾治疗，也可以兼顾所谓的预防的效果，所以是现阶段癌症新药开发的主要方向。那讲到免疫的话，大家或许会认为我们的骨髓是最大的免疫系统。其实呢，我们人体的消化道它负责我们身体70%的免疫反应。如果可以善用消化道的免疫系统的话，对于疾病的管控是很有效果的吼。那我们知道被狗咬去医院的话，医生会帮你打破伤风的药，但是你跟狗玩亲亲的话，都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处置。为什么
大伤风杆菌，那杆菌的话一直都存在狗的嘴巴里面，确实有2种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呢。主要是这些破伤风杆菌，如果经由消化道进到我们的胃里面去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胃酸、胆盐跟消化酵素给分解，失去活性。但它如果突破胃的防线，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第一时间把它给消灭掉。所以呢，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去调整肠道的免疫反应来针对癌细胞，它其实是很好一个可以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案。但是前提就是要透过胃的这个破坏，我们成交生技办到了。我们开发了一个抗性淀粉的包埋技术，它可以克服胃分解的问题。我们也专利了一个免疫佐剂的成分，它是一个胃免疫、肠消化道免疫的开关，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口服癌症疫苗的效果放大。我们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免疫佐剂呢，它就存在菌分泌的外泌体上面。我们借由我们抗性淀粉包埋的技术，成功的开发了口服的癌症疫苗。另外一方面，为了增加我们公司自主营收的能力，我们也让我们的抗性包埋技术的话，搭配益生菌，再结合台湾农业资材里面萃取出来的植化素，变成我们现在开发成保健食品。这些保健食品适合癌症患者的使用，一般患者也是可以的。那现在在国内外的通路上面做销售。我们的研发成果已经取得台湾中华民国的专利。那另外，我们在今年也有2篇研发成果在国际期刊被接受发表。我们跟现行的癌症免疫治疗在做比较，除了我们剂型不一样以外，我们在药物的作用机制上面也跟现在的癌症疫苗治疗的一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治疗的效果、安全性跟药价上是相对有竞争力的。跟现在最热门流行的一个所谓的基因疫苗的开发上面的话，我们在制程跟后续的药价上面也都是相对有竞争力的。我们的研发团队他们在新药开发的过程里面有很完整的历练。那为了要积极让我们的新药开发有个积极的具体成果，我们跟国际大厂的授权是我们主要的研发的策略。我们希望在临床1期结束之前，就跟国际大厂达成授权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加速我们新药的研发，我们今年有一个9000万台币的增资需求，主要是用在研发上面。那根据现在募资的进度的话，我们还缺3500万台币就可以完成这一轮的增资。那根据我们目前的新药研发的进度，我们已经在动物实验上面证实了我们口服癌症疫苗的可行性。我们预计在明年提出所谓的美国顾问药的认证申请，这样子有助于我们以后跟国际大厂的对接跟授权。我们的药会在2026年的时候进到人体临床1期，在2028年的时候完成临床1期，并跟国际大厂达成授权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目前保健食品的销售，希望可以在明年的时候可以达到随意2瓶。在今年增资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公发以及登版的程序。成交生技是利用一个以肠道免疫为主开发的一个公司，我们希望借由调节肠道免疫来达成癌症治疗与健康维持的一个主要目的。我是成交生技的执行长陈志敏，谢谢各位聆听。谢谢成交生技，恭喜你们在预祝你们在未来的发展上面都可以顺利成交哦。好，在农业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很期待农作物可以丰收，农作物可以带来我们很多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在农作物之外，有机废弃物则是对于不管环境也好，或者是对于社会也好，其实都会是一个沉重负担。近期黑水虻这个生物这个养殖的技术其实还挺热门的。接下来这个团队寻创生物科技，他们一样专注于是用科学化的黑水虻养殖，希望能够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高价值的农业跟生物资源，来实现环保跟经济双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寻创生物科技。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参与的先进，大家好，我是寻创生物科技的创办人，我姓钱，我叫钱伯伦。那今天非常有机会，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带大家认识我们寻创团队啊。我们公司的核心呢，就是画面正中央的这只小昆虫，它的名字叫做黑水虻哦。那不同于国内其他团队，我们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是专精于这个技术的规模化开发以及应用。
那所以到底什么是黑水虻呢？以台湾来说了，我们目前每年有2000万吨的有机废弃物，但是同一时间，其实我们有99%的饲料原料是靠进口的，而且我们也有70%的肥料使用的是化学肥料，而不是有机质肥料。那这中之间很显然就是有一个资源断裂的情况嘛，所以我们希望透过黑水虻，第一个把这些有机废弃物全部吃光，吃光的同时，我们可以产生出很多的昆虫蛋白质以及肥料产品，它就可以供应我们国内的饲料以及肥料市场需求，形成一个新的循环经济产业链。那这样子的产业链其实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哦。首先就是它不是只有台湾有这样的需要，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需求。第二个就是这3个产业它的规模、它的量体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前面为什么说我们是专精于规模化的应用，看重的就是这个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黑水虻这个循环经济途径，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碳的一种循环经济途径。待会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展开。好，所以我们知道需求在哪边，那我们简单做个试算哦。如果我们把全台湾的厨余都透过黑水虻来处理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期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产生出来的昆虫蛋白以及肥料产品，大概只能供应国内需求的1/4甚至以下。第二个就是这样子的架构下，我们大概可以预期一个年60亿左右的营业额。不过，国内的废弃物绝对不是只有厨余，而且我们也还没有把衍生的碳权算进去，所以这个产业实际上的整体规模绝对是远超于1年60亿这个数字的。所以总结来说，黑水虻因为不同于其他的处理方式，它可以产生相对较高价的昆虫蛋白，所以它的产值可以是其他有机废弃物处理手段的2.5到3.5倍。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黑水虻在进食过程中可以把碳跟氮元素变成它们的体重，而不是排放到大气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比起焚化方式的话，黑水虻的碳排放量只有焚烧法的4390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哦。好，所以我们知道了黑水虻这个产业的潜力了。接下来有一个很自然的提问，那为什么是群创？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成立的当下，我们马上就跟国际上做黑水虻实验最权威的实验室进行顾问的合作，所以我们经历了一段技术奠定的时期。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也非常幸运哦，得到几个策略性股东的投资，就开始我们规模化场域的建制。所以目前群创有2个场域，分别是苗栗的种源中心，以及在云林持续扩建中的规模化的处理卫星厂。那在这个云林场域，我们预计会在明年的时候达到每天处理30吨以上的有机废弃物处理量体。那这个量体在东南亚来说，都是首屈一指的黑水虻处理中心的量体。好。以实际的产业绩效来看，这边有几个也可以参考的地方。首先，我们目前的上游合作对象就是大汉豆腐，还有明益食品。我们取得他们的豆渣以及芭乐渣等等的副产物，那每天大概是6吨的量体。那这个数字在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会做到 double。那我们产生出来的昆虫蛋白以及有机肥料，分别供应给猫、狗、水族、鱼虾蟹，还有圆圈的部分，就是因为猪的部分，我们今年正在进行动物试验。那在植物以及肥料的产业的部分来说，我们也做了非常科学完整的田间测试，目前也稳定供应给很多不同的作物在使用。好，所以做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司这5年下来，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哦，就是技术它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尤其是在一个这么新兴又是这么没有人接触过的新兴领域里，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我们有专门的人进行工程开发、生产管理、产品的研发以及养殖技术的精进等等。我们也非常深刻的发现哦，在这么多不同背景、专业人士的整合下，我们真的可以堆叠出一个非常全方位的，而且非常高的技术门槛。这也是我们群创目前最自豪的地方。所以我只举2个例子，快速的跟大家做个报告。首先，在我们的硬体工程设备里面，我们经历过了2次的迭代，所以我们是全世界少数的团队有经过这么多不同养殖系统的公司哦。那硬体的迭代，当然目标就是希望效率可以提升，而且成本可以优化。那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而且除了第3代的系统专利还没申请完成之外，我们也都有掌握完整的专利。第2个部分是在我们的养殖技术的领域哦，因为回归到黑水虻的本质，怎么把虫养好还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就发现，透过我们的环控设备，我们每天可以收获超过24000笔的环控资料。这些环控资料在搭配我们实际的生产表现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到底哪个环节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做进一步的优化。所以透过这些事情的统合了，在种源的成本部分，我们大概只需要国内同业的5%，就是非常精简的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硬体建设，就是刚刚看到的工程方案的部分，我们大概也只需要国外同业的25%而已。那这也是我们常跟大家分享的，在黑水虻这个领域，目前为止它就是一个你没有 R&D 就没有
有办法有好的 profit 的产业。所以研发一直是我们群创的强项，也是我们一直持续在进行的工作。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希望找到更多的产源加入我们这个黑水虻的联盟。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给这些业者。所以对这些业者来说，有3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哦。首先就是我产生出来的有机废弃物，原本每吨我需要花1000块钱去把它处理掉的，我可以让这1000块钱的花费变成4000块钱的营收，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黑水虻有非常多碳盘查、碳方面的好处，所以透过黑水虻技术的引进，可以帮企业有非常好的碳权布局。第3个就是群创会持续扮演技术发展还有市场突破的角色，所以透过跟我们的合作，可以持续的让企业保持在黑水虻领域、在有机废弃物领域的领先地位。好，最后总结一下，群创是一间非常年轻的公司哦。那我们是一群非常关注环境，也非常重视科学的团队哦。所以我们相信，如果真的有一个最适合台湾的黑水虻技术的话，那它一定是来自台湾的本土团队，也一定是我们群创生物科技。最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分享给大家，希望有机会可以进一步交流。感谢。麻烦热烈的掌声给这个群创生物科技哦。各位在台下看不到，大家看到的只有一个主视觉的画面。其实他刚刚大概有1分半钟的时间，这个原本拿来提示他简报的画面是一直跳来跳去的，完全没有参考资料，完全没有底稿。他非常熟悉他自己事业接下来的布局跟计划，以及接下来的简报的内容，而且还不受画面上的任何的干扰，临危不乱，然后非常有条不紊的把所有的简报都说完。非常感谢群创生物科技。好，我们继续延续一路下来的这个减废为用或转废为用的话题。接下来这个团队他们专注于循环再生鞋履的研发，利用创新的材料跟设计来推动环保跟时尚的结合。让我们欢迎驰绿国际。各位来宾，大家午安，我是驰绿的 Wilson。其实今天的 demo 是一个自我革命，也是驰绿从此不要再卖鞋的一个真心告白。其实因为时尚，因为场景，因为穿搭，因为广告的推播，每个人家里都有好多的鞋。那事实上，鞋子是石油做成的各种材料做成的，所以鞋厂里面有各式的下脚料跟废弃物。更不用说，其实做鞋子是一个高度化学密集跟劳力密集的一个过程。有人告诉你鞋子穿完之后怎么丢吗？没有。所以以上的范畴1加2加3加起来种种，整个时尚产业是全球1/10的碳排放，每年高达50亿的公吨。驰绿的团队绝对有资格在这个议题上说3道4，提出解方，因为在成立公司之前，我们的团队已经在传统的鞋厂做超过5亿双的鞋。所以在成立公司之后，我们决定用更洁净的材料来取代原来鞋子里面的石化材料。我们回收咖啡渣，回收保特瓶，回收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细废料，回收农业废弃物，变成我们做鞋子的材料。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这远远不够。我们解决了范畴1跟范畴2之后，还是没有解决。其实即使是洁净材料做出来的鞋子，还是会废弃。如何解决废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年，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技术做提升，把制程做提升。我们用更纯净的材料跟制程，配合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我们开始只租不卖。其实你只要缴第一次的会员费给我们，我们会发第1双的新鞋给你。事实上，我们会持续发无限双的新鞋给你。唯一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把你的旧鞋缴回来，因为我们要用你旧鞋的材料做成下双新鞋再送给你。所以其实这是一个100%可回收的材料跟100%可再制的技术所形成的一个全循环零废弃的全新的商业可能。在过去5年之内，其实我们已经回收了超过60万杯的咖啡渣，520万个保特瓶，280公吨的细废料跟75公吨的农业废弃物。这些材料都被我们做成各式各样的循环商品。在过去5年之内，我们已经连续获得28座的国际大奖。在世界设计力论坛里面，我们是排名第1的鞋类设计公司。我们的鞋子深受全世界年轻人的喜爱，在全世界的市场里面，我们有一致性的5星的好评来自所有的消费者。其实不只是一般的消费者，总统也是我们的粉丝哦。
因为产品的持续创新跟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我们是去年国家永续发展奖的得主。在国际的标准里面，我们是亚洲第一家通过 B 型企业认证的鞋业公司。我们也是全球成长最快的30强最值得关注的公司。我们的零售点在所有的主要的市场超过250个，而且在零售的最前线，我们是用最负责任的态度，跟大家教育循环经济的优势跟我们技术的好处。今年开始，其实我们也不止在做鞋了，我们扩及到更多的品项，包括衣服、包包。其实我们已经变成是一个循环经济的全方位生活品牌。在今年，我们跟台湾的超商龙头回收他们的咖啡渣，做成了全品项的左边从头到脚的全方位的商品。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更进一步，请加入会员。第2步，你可以选择你的方案，开始收到新鞋。这些方案你可以个人加入，可以家庭加入，可以请你全公司加入，甚至我们跟国防部沟通，请他全军加入。你会收到新鞋，鞋子会穿坏，我们会把它收回来，然后我们再做成下一双新鞋还给你。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全循环零废弃，从此垃圾不再落地，不再会有任何废鞋的一个全新商业可能。在过去1个月之内，其实我们已经招募了1000组第一批的一个会员跟客户。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个人、有家庭、有企业，看到最右边这边有不同的企业，包括大的医院，包括政府的单位、大的金融机构、学校等等。其实这1000组客户，我们代表的是10万个不同的消费者。唯一有一件事情相同，是我们看到大家对于线性经济不断制造、不断购买、不断废弃的集体厌恶。我们在疫情期间仍旧持续成长，去年超过2亿的营收，达到损益2平。在新的商业模式跟产品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希望在5年之内会做到30亿台币的营收规模。我们的成员来自各行业的顶尖高手，我们有材料研发的人才，我们有产品设计的人才，我们有电信工程的人才，我们有金融专业的人才，我们有第三方非营利事业组织倡议的人才，我们有时尚穿搭的人才。这一轮是我们的 A 轮募资，我们希望募集2亿的新台币，我们会在3年之内达成300万租赁会员的订阅，我们会成为全球第一家用平台数据型做品牌数据操作的公司。其实最重要的是只租不卖，我们会带领时尚产业走向全循环零废弃的全新可能。最后一页最重要，请你拿起手机，记下我的联络方式，甚至你可以扫码 QR code， 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会员。从此池绿不再卖鞋，我们卖的是租赁会员。从此你不要再买鞋，你买的是零废新时尚。我是池绿的 Wilson， 谢谢大家。谢谢池绿国际，谢谢 Wilson。我觉得 Wilson 简报这么精彩啊，你回去要烦恼了，大家除了跟你要鞋之外，会跟你要其他产品。好，我们刚刚听到池绿国际分享，他们利用的材料包含了咖啡渣，包含了保特瓶、细废料，包含了这个农渔用品的回收哦。接下来这个团队呢，他们要利用香蕉纤维来再生纺织原料，为纺织产业提供一个可以持续的解决方案。那透过循环，透过天然资源的利用，不但可以减少环境的负担，也可以为产业创造更多的价值。紧接着，让我们欢迎阳光娜娜生物。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阳光娜娜的创办人杨富祥。今天我们要来跟你们谈谈农业、农废再生、绿色时尚。事实上，那个纺织在时尚与生活便利带来我们很大的方便性，可是对于环境却有很大的冲击。那关于快时尚的部分呢？事实上，每年我们大概丢掉46亿件的 T 恤。这46亿件的 T 恤里面呢，有73%是不可被环境分解的石化纤维，有27%部分是只有这27%的部分呢是可以被环境分解的纤维，而这一些不可被环境分解的纤维呢，事实上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造成22亿吨的碳排放量，以及会产生6700万吨的工业废弃物，而这些石化原料呢，在2050年有可能会消耗殆尽。于是，
国际的政策间提出了 SDGs， 就是永续的概念，以及 CBAM， 就是碳排放的碳税的概念。然后各品牌呢也相对针对一个就是有害物质零排放去做一些合作。所以在所有的运动品牌 Nike、Adidas、Puma， 他们在他们的官网都提出了对于永续与环保，他们想要做的规划的事情。OK， 那事实上未来在我们材料界只会分成2个的部分，一是可循环式回收，2是可被再生。可再生里面呢，我们需要发展的是什么？生质纤维、生质塑胶、可分解、可堆肥。那里面呢还有一个重点是农业废弃物，因为他们希望食物跟材料是在一个平行空间。而在做农业废弃物呢，我们需要去针对一点部分，就是第一，因为食物是一个有季节性的东西，所以它能持续去供应我们的原物料吗？第二，这个东西能不能有多样性的产出？第三，它有没有办法串接我们的民生工业？而我们在香蕉里面发现了这样的可能，好，就是在废弃的香蕉甲腈的产出的上，事实上你知道吗？全世界一天消耗了35亿根香蕉，所以呢，香蕉的种植量是非常庞大的。再来，香蕉事实上在亚热带地区，它只有耕种的时间，没有收成的季节，所以它每个礼拜都可以提供我们工业性的原料。再来，它的甲腈在采收香蕉之后，它必须要砍除，砍除了这些甲腈呢，里面有很多的对农业也好，对纺织也好有处的东西，包括纤维或者是生chất添加的纤维。然后在我们阳光娜娜的专利制成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有机液体肥料。那事实上，我们有另外一段研究去发现，我们用棉花跟香蕉纤维来去做比较的时候，第一，棉花它的耗水性，香蕉纤维它在耕种的时候的耗水性比棉花少了2.2倍。然后再来，香蕉它每公顷可以产生2000公斤的食物，可是棉花没有办法。再来，它的吸水性是棉花的2.2倍，以及最重要的，它的碳封存是棉花的12倍。然后再来，事实上香蕉纤维不是什么新的科技。那以前我们香蕉纤维是用物理性刮除方法去取铅，那它会取出1% 的纺织用纤维材料，可是会产生99% 的有机废弃物。那这些有机废弃物通常它的处理方法不是做那个堆肥，就是做木颗粒去做燃烧。那当然，阳光娜娜的酵素取铅的专利技术突破了这样的困境，因为我们不会产生任何的有机废弃物，而我们可以取到2% 的纺织级的纤维，4% 的生质添加的纤维，以及我们可以产出3倍体的有机液体肥料。那传统的香蕉取铅方式，它要用到很多的人力，包括人力采收、人力剥除、人力打铅。那阳光娜娜的专利制成呢，是以工业化流水线的方法去制作，所以呢，我们的人均产值可以比传统的物理取铅多了9.5倍，我们的取铅率呢会多于6倍，而我们的价值会多于6.7倍。那阳光娜娜这间公司呢，事实上以我目前在纺织的已经24年，然后有22年是在鞋业的纺织里面。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跟国外的总部的品牌的部分去做行销以及研发的工作。那阳光娜娜的股东的组成呢，是由鞋类聚落组成，我们有纺织、加工运用对智慧机具的股东成分。另外，我们有很多的策略伙伴。那我们的策略的伙伴呢，针对我们的制程优化、农业资材的研发，以及如何串接各产业，都有相当的帮助。那我们的商业模式是，我们从现有的香蕉蕉农，在他们收成完香蕉之后，把他们废弃的香蕉甲腈送到阳光娜娜，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专利发酵制程呢，去解铅，然后我们会跟各大运动品牌去做推广，然后他们会针对他们所要的需求，请他们的材料供应厂商来跟我们配合，所以这会运用到生质添加、纺织，以及我们还会另外帮品牌带来的另外一个效益，就是液体肥料。
那目前阳光娜娜的产品类，目前我们有纤维、纱线、布料，然后这些东西呢可以做成袜子以及鞋带这一类的产品。那事实上呢，在永续材料里面，我们有去做一个统计，目前在台湾呢，它的需求量大概是2.7亿美金，在整个亚太地区呢，大概是10亿美金，在全球呢，大概会有200亿美金的需求。所以阳光娜娜在2022年成立，我们在2026年，我们的营业额预估可以达到2.1亿，在2028年，我们的营业额预估可以达到7.1亿。我们很感谢郝池老师提供我们这些平台，那也请各位，如果你们关注循环经济、纺织、塑胶工业以及有机农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寻求更好的合作空间，因为我们是希望把循环经济推向从不可能推向可能的一个新创公司。我是阳光娜娜创办人杨富祥，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阳光娜娜。前面的几个团队，我们大部分都着重在谈生产端跟产品端。那产品做出来，接下来要进到市场的话，物流很重要。紧接着这个团队，他们专注于冷链物流的 CoTech 无线温控感测技术。这个技术呢，能够及时的去监控物流中的这个温度变化，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品质，尤其特别针对食品跟药品的运输上面，能够发挥关键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竹链科技。嗨，我是 GoGo 圈的 David。我们用数据忠实呈现冷链物流中的发生情形。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碰触到的食材。然而，你知道吗？每天能有超过15% 这样的一个食材，在它保存或运输的时候有损坏的风险。而其中失温又是一个最关键的主因。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货品的主人，甚至是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却对这个情况一无所知。而这就是我们的产品，你可以想象它是温度版本的 AirTag。透过它，我们协助我们的客人，也就是各式产品的货主，在他们的运输过程中，可以做到全程的监测记录，用一个最简单、最低成本的一个方式。透过这个小标签，还有一只手机，他们就可以在国内的陆运，甚至是国际的海运、空运等货柜运输上，达到端到端的记录。同时，我们的云端资料库协助他们更轻松、快速的管理数据、管理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协助水产的出口商在他们的货品里面用单一包裹的形式去做温度的监测以及品质的把控。你可以看到，我们协助物流业者在他们的冷冻柜车上面，在他们固定的一个运输路途上面使用我们的服务监测。那自我们推出这个产品，今年推出以来，我们协助来自不同产业的一个客人，例如食品，他们是高端的水果出口商，从台湾出口到日本、欧洲，他们也是从日本进口这样高级和牛的进口商，同时他们也是各式包含海鲜、寿司等等的供应商、餐厅。同时，我们也协助多家台湾的花卉业者，在他们每周出口到美国、日本的货柜上面使用我们的服务，保障台湾颇具盛名的这样兰花的品质。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不同产业的客人，包含化学、生技、制药等等，都在询问有没有更好的解方，针对他们温度敏感度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同时，他们也在询问有没有可以符合其他供应链的一个情境，包含说冰箱、仓库的监测，甚至是在整个供应链中多个节点能不能做到端到端的一个即时监测。那从这边您也可以发现到，冷链的一个监控市场正在快速的一个蓬勃发展。我们只要在全球这样一个占比1/3的亚太市场取得0.3% 的市占率，其实换算出来就是超过700万美元的 revenue。那相较于既有的解决方案对我们的客人造成的不便，包含说你必须可能要使用有线的装置，使用 CD 套装软体在电脑上插拔、设定以及读取，包含说产生出来的结果通常是存在于 PDF 或者说 Excel 的形式，这些数据难以去做管理、统整、归纳，更别人说整合到其他的系统。
所以我们不断在思考是如何在满足这个易用性的同时，让这样一个 data 是可以更轻易、更快速的让大家可以取得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定位在画面中右上角的一个位置。我们在提供功能单纯，当然这样的一个成本相对实惠的基础上，提供这样子云端化、数据化、易用性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专注与货主合作，让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为货主所用，因为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货物的一个成本，更重要的是背后所有在乎品质的消费者。所以根据不同客人的使用需求，我们提供不同商业模式。针对可能国际性货柜的运输，我们提供这样抛弃式的解决方案。那针对固定的一个运输途径，甚至是仓库，我们则提供这样子用订阅或者说租赁这样基础重复用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自今年开始，我们与来自新加坡的 Eastern 合作。那他们是多家国际型的这样冷柜的厂商，包含美国的开利、日本的大金，在东南亚区最大的一个冷柜服务商。那透过他们在新加坡的销售网络，我们现在正式销售到东南亚的多国，甚至涵盖到印度、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国。那下一步是什么？就市场端而言，我们将会着重在东南亚市场的落地，更了解当地客人的一个需求，长期跨足到欧美日，甚至是医药等等的高端市场。那从产品层面而言，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记录标签作为一个基础，接下来延伸出包含即时监测，甚至是以这样一个数据形式衍生出的 AI 或者是货物保险等等的数据方案。那我们在近期也正式推出我们一个端到端即时监测的一个解决方案，相信这能够更适配不同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使用需求。我们的团队背景相对年轻，但是我们的背景互补，来自农业、行销，还有硬体开发以及软体开发。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与来自生鲜食品产业，又或者对供应链物流有深刻见解的前辈多加交流，探讨更多策略合作的机会。谢谢。非常感谢竹联科技。好，在物流的世界里啊，好像也不能只是比这个谁的车比较大台哦，谁的运能比较多，哪一个司机的开车的技术比较好。在物流世界里面，到底数据跟运算可以做什么？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哦。数据跟运算可以帮我们算出最好的运输路线，可以帮我们算出最节约的运输成本。我们甚至可以算出能够达到最低碳排的效果。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提升物流效率。接下来这个团队专攻他们的强项就是这个，让我们欢迎起点无限。大家好，我是起点无限的创办人钟兰坤。起点无限是一家使用 AI 技术协助改善配送效率的软体公司。好，所以配送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觉得不就是劳力密集送货嘛？其实不是，配送这个事情要做到好，它非常非常复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配送以现在不论是对消费者、对司机或对雇主，到底产生什么问题？各位你知道，配送基本上都是靠司机自己想象决定配送的顺序，而这个靠司机自己想象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司机的加班，而司机加班费会反映到雇主的加班费上。所以从上面数字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少子化、在缺工或在配送效率低落的时代，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多的司机，没有办法再买更多的车。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改变司机的配送行为，它是最简单、最能够达到快速、更好的这个 KPI 的做法。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配送路线的最佳化，讲穿了就是告诉司机怎么送货才有效率啊。那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投影片上，这个上面的图是我们的客户他用人类的司机的经验去跑的这个配送的轨迹。可是，在优化之后，您看到图的下面，其实即便看图的路线，都觉得它变得非常简洁、非常的清爽。这就代表了配送的路线的里程降低了。可是我们看不到的是，里程降低代表 ESG 也优化了，我的碳排也降低了大约1/3，更不用讲我的货几乎可以随时送到，而且不用加班。对雇主来讲，加班费就少付了很多。那我们提供的方案呢，有几种。那这种是这个方案是我们即将在最近期要推出的一个 SaaS 啊，它是这个 Web 上解决方案。瞄准的课程是小型公司跟所谓的小型的商号，
那它一定要非常简单，多简单？只要是配送，一定会有一个资料叫做配送的地址或者我的客户清单。我们的 TA 只要上传一个 Excel 的客户清单到我们家的服务，他就可以在 Web 上看到我今天的配送的路线跟顺序是什么。他一个动作就可以拿到他今天配送的计划。那我们在这个新的服务在推出之前，我们有一个试用版的服务。那在最近，我们已经累积到协助了这些不知名的客户完成了255万公里的路线规划，以及800万件的货品的配送。好，那我们第二个产品啊，我们刚瞄准的是小型商家、小型公司。但对于中大型客户呢，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快速拓展我们的生意，我们用 API 的服务。这 API 可以让开发团队能够快速的接接他既有的 TMS 或订单系统，也协助他们的团队快速开发出属于他们家的调度或派遣系统，把这些资料给他的客户，给他的司机。那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配送最佳化的市场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其实发现，我们不是只瞄准物流业，而是那些有配送行为的各行各业。那如这个图所示，我们的客户包含了制造业，包含了零售，包含了支援服务，包含了各式各样需要配送的各种产业。那从我们过去的客户服务经验，如果是大型公司，一年的这个市场规模大约是21亿，可是如果你放到小型，大概一年将近有40亿到100亿的规模。那这个市场上有没有其他竞争者？当然有，但相对比较少。如果我们从客户的角度看，我车不会只有一辆，那我能不能一次计算多辆车呢？很抱歉，目前在市场上只有起点无限的方案能够一次计算多辆车，即便是 Google Map， 它一次也只能算一辆车。那为什么要选择起点无限？我们知道配送这件事情它很复杂，它其实基础是一个数学。我们在2022年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国际的数学竞赛，它就是一个配送数学挑战赛，起点无限获得第9名，而 Google Map 是第10名，日本的黑猫宅急便是第11名。这是我们代表性客户，不论是大型客户、中小型客户，我们在过去的累积了不少的这些知名的厂商。那客户到底从起点无限得到什么效益啊？比如说上面这个是一家这个新加坡的医药通路商，我们协助他节省了33%的出车成本。那国内最大的物流商，我们一天最多可以让他节省2700公里的这个行驶里程。这是我们的商模。那我们过去呢做专案为主，那即将开始推出我们的 PaaS 跟 SaaS。那在这上面是我们的收费方式、瞄准的 TA 以及价格。起点无限有出海的计划，为什么？因为日本在今年4月开始面临到所谓的2024年物流危机，这是因为日本在2019年规定了司机的1年的加班时数上限必须要较过去下降1/3，这个对日本的产业造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呢，日本现在有政策支持，而2030年的这个高龄危机也即将发生。那我们在日本耕耘了一阵子啊，这是我们目前在日本的伙伴，除了当地的 SI， 那也有大型的商社。那这是我们的团队，我本人过去在学校服务，那在8年前出来创业。那我们的商业开发过去也在全世界最大的Dystar 的染料的这个供应商担任执行董事的特助，在起点无限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数学家，来自国内的顶尖大学。那数学家的洞察，我们把我们的客户的问题看成一层数学题。那我们希望能够带领物流产业超越极限，那也请大家加入我们，谢谢各位。谢谢起点无限的钟博士。很快来到今天 Demo Day 的最后一个团队，让我们跳脱一下刚刚前面所谈的这些议题，然后来看一个非常有创意，然后很创新的产品哦。接下来这个团队呢，他们专注于植物基荷包蛋的研发。那我想我们的蛋荒呢，时有时无，一下子就是价格很惨，一下子是这个产能远远的不够。那这个团队他们能够提供健康、环保而且美味的蛋白质替代品，而且外观还模仿了跟真蛋一模一样哦，说不定可以符合现代消费者对于可持续的饮食的需求。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个团队——植物蛋煎鸡能，欢迎。Hello， 大家好。首先，我是 Play Egg 植物蛋的创办人之一小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今天有吃过蛋的，请帮我举个手。好，谢谢大家。不论你今天有没有吃蛋，你未来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重要客户之一。因为呢，
我们人类每天都必须要摄取的基本营养就叫做蛋白质，而蛋白质最主要的优先选择，大家都会选择鸡蛋，因为鸡蛋是非常取得方便，价格也非常便宜。但随着我们的地球人口逐渐增加，资源环境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人类的饮食习惯即将迎来巨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专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主要原因。这不仅是个绿色饮食，也更友善地球，也更友善动物。那我们未来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将用我们的植物蛋来切入这个市场。虽然我们的植物蛋目前比传统鸡蛋还贵，但却比肉便宜，但却是最佳的植物性蛋白质选择。而我们的植物蛋在所有的植物性产品里面是最具有优势，也更贴近大众的。不论是在价格、成本还是风味，我们都可以做到非常中性的一个民生必需品。而作为民生必需品，它的市场有多庞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植物性蛋白质的市场，将在未来5年内成长到5088亿新台币。那每年的成长率将近以5% 来作为成长。那在这么庞大的市场之下，我们目前的主要人口都集中在欧美国家。因为他们的人口数据非常的大，那我们反观我们的亚洲市场，台湾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我们台湾的素食人口是目前排名全球第3，且我们的鸡蛋使用量是全球排名第1名。那我们台湾人每年平均一个人要消费355颗的鸡蛋，这让我们更明确相信我们在台湾开发植物蛋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2年来累积的里程碑。目前累积的餐厅有将近90间上下，也在不断的增长。那我们在去年度呢，8月份有参加泽泽募资，成功的募到230万。那我们也在去年年底参加了10创奖，荣获了年度10大美味。那我们藉由前面这两项募资行动与竞赛成果，我们非常成功获得产品的口碑还有知名度。那我们让很多的通路纷纷的主动来找我们洽谈合作。那我们也即将在下个月上架我们的天素地书，再过几天即将上架我们天素地书门市，再有130间。那随着这些销售量的累积呢，我们明年度即将从东南亚来代工，来降低我们的成本，以便于我们开发可以突破我们的同温层，开发更多的通路，以及我们的连锁超市、超商以及连锁咖啡厅的合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海外市场是一个未来非常主要的一个市场来源之一，所以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有参加德国的一个食品展，且我们在展场上收到非常多的回馈与宝贵经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产品在不同的区域与国家还有文化之下，也是被大家深受喜爱的。那我们在展览过后呢，我们今年也开始陆续外销德国与新加坡，明年度我们将更进军日本的市场。那我们在这2年的累积情况下，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将来到预估大概500万的营业额 ，YOY 成长率来到90%，那我们的毛利率都维持在45%到50%。那预估我们未来3年内呢，有机会成长到3700万的一个营业额。那讲了那么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植物蛋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我们的产品非常的单纯且简单，我们成分是大豆、还有南瓜、绿豆仁、红萝卜，这3个是我们的主要原料。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价值。我们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跟传统荷包蛋是不相上下，且它具有更多的优势，是无胆固醇、低碳水，还有没有蛋腥味，最重要是保存期限可以达到1年，而且在未来我们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族群来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变成一个机能性的产品。那我们也期许我们未来可以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品牌，植物蛋的领导品牌之一。因此，我们对标目前市场上的龙头 Just Egg， 他们是做植物蛋液的。那他们目前估值来到12亿美元，那最新的募资是达到2亿美元。我们从这金额可以看到，这市场是真的极为庞大，且它的销售区域目前只在北美与欧洲。那未来我们今年也开始研发我们的植物蛋液，要来抢占它的亚洲市场。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研发阶段已经成功，希望明年度可以进入量产阶段，来让我们的产品实力与品牌价值可以大大的提升。那我们团队是由一群经验丰富的伙伴所组成，这让我们可以确保我们可以有效的执行计划，并达到目标。未来我们也希望招募更多有实力的伙伴一起加入。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再次推荐我们的公司，我们是一个有实际营运且看到绩效且充满企图心的新创公司。希望透过这6分钟的介绍，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更帮助我们来加速我们的计划，一起来共创这个潜力无穷的市场。那最后会后呢，我们在交流区有提供植物蛋的试吃，不论你今天有吃过没吃过，都可以欢迎去试吃看看。谢谢大家。好，谢谢小树，谢谢植物蛋，煎给能，煎给能。
好，我们活动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所以不要这么快开始煎，不然我担心羞胖，等一下大家都没有把我们的话听完。好，非常感谢以下10个团队的分享哦。其实今天的 Demo Day 就充分展示了许多的新的想法跟新的做法。那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他们透过科技跟技术来推动食农产业的未来发展。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又会邀请现场的朋友帮我们填写今天的会后问卷，对不对？好，邀请大家就是在听完我们今天的 Demo Day 之后呢，透过会后问卷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那现场填写问卷就可以领取一个非常精美的有米屋郁金米礼盒1份哦。这个，哇塞，这个会后礼也真的是未免伤重本。好，那我们活动到这边暂时暂告一段落，接近尾声，因为我们会后其实还有交流的时间，所以其实并不是结束哦。那在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现场舞台活动的最后呢，我们希望可以邀请好时好事基金会的杨瑞昌董事长来为我们做闭幕的致辞，因为杨董其实也一直致力于推动食农领域的创新跟发展，所以我想要请杨董上来为我们做个总结，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杨瑞昌董事长，有请。首先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莅临我们的 Demo Day 第7年的表演。那我想各位从刚刚听的一些内容，其实我坐在台下深深的有感触。台上6分钟，其实台下这些人不知道努力用功了几10年，才有今天的成果。所以说我第二个我自己也在想。其实，刚刚我们创办人魏老板，他的莫忘初衷。各位，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好事过去这几年来，他的茁壮，应该是如果各位参加了好几届，应该都可以感受出我们的进步，也来自于你们的热情赞助。各位可以想想，2、3年前，其实我刚来做的时候，大部分 demo 的大概都是我们本地。到去年我们跨出去到新加坡，到今年我们也去了好几场国外的。我从来参加 demo 的各位参与者，其实我也慢慢听到，我们不止从原来的我们大概好像国内的，甚至国外都是刚开始微小，到现在今天我有听到，哇，好像是几乎是快要满地开花，又跑到中南美洲，跑到菲律宾，跑到各地。各位，其实透过好时好事，你来帮我们，我们也来帮你。其实我不用再讲多少，因为所有这些事情最重要只有一件事，刚刚都只是计划。那我相信说，有一些讲的或许6分钟真的没办法讲得很透彻。我希望说，我不占用各位的时间，应该是让这些时间多出来。我希望你们对有兴趣的产品或是产业，我希望你利用一些时间。说实在，后面的应该你可以想。其实我必须好好的说，真的，如果你认真想，好事这几年做的事，尤其刚刚好几个产业，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没有台湾每天想的这些每天创造出的废料有多少？我知道有一些，尤其农产品，很多都是在这里讲吧，很多都是偷埋掉嘛，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进环保局，还要付钱。那透过当然也有一些刚刚讲循环状，他去帮我们把这些以前我们怎么想说，这些，我也去过他的工厂。我们以前想说下脚料去开下东西味道不是很好，其实他每天如果这样在进出也没什么味道。第二个，他这些蔬菜或是果渣其实是高营养的，就像刚刚讲比较不营养的，比如说咖啡渣，我想很少人会去想成他竟然可以去做鞋子或是做衣服，包括香蕉精，
都有办法去做那些。我相信在座诸位，如果10年前，恐怕应该没有人想，包括到现在，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是新听到了。当然，包括其他还有一些对身体健康的保健，还有一些那个农业科技的禽养科技那一些。总而言之，总之我相信我不用一个一个再重新讲，应该是你对有兴趣的，我把这些时间留给各位，你多花一些时间，你的支持就是对我们好事，以及对我们这些今天参与者的支持。今天我代表公司很谢谢各位，再次各位谢谢你们。感谢杨董事长。2024好时好事 Demo Day 我们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留给大家，我们后面的这个布帘已经拉开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交流时间哦，我们会开放交流时间到今天下午的5点半，敬请大家把握时间，可以跟我们的团队还有讲者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也谢谢大家喜欢第7届好时好事 Demo Day， 更重要的是谢谢大家喜欢第7届的 Demo Day 的团队。期待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共创、合作，还有创新的火花。再次感谢大家，谢谢。